终于见到你了。是啊，终于见到你了，希儿。说起来，这算不算我们分开最久的一次？应该算唯一一次，因为哪怕是在月球上的那时候，我也能感知到你呢。不过没关系，我们现在已经见面了呀，这一定是个好的开始。这种时候还能笑出来的人，找遍全世界恐怕也只有你一个了吧？可这的确是我的真实想法，还是说希儿不这么认为吗？话是没错了，不过你也不要总是把事情想得太好啊。发生过一次的事，算不得什么奇迹吗？对了，希儿现在感觉如何？你毕竟身处所谓的死后世界。笨蛋，我能有什么事？还是说你觉得我会在这种莫名其妙的地方死掉？把我抱得这么紧，你之前一定胡思乱想了什么糟糕的事吧？啊，抱歉。啊，你怎么？啊？没什么，我们说回正题吧。等等，联系你刚刚说的信息，再加上石头博士先前的猜测，这一切不还是羽兔一手操纵的吗？比起规划者，米斯特林更像是执行者，甚至旁观者。从头到尾，他都没有向我们表露出真正的敌意，每一次行动反而更趋近于试探或引导。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他的伙伴普罗米修斯。至于这种若即若离的行动方式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想他或许会和米斯特林口中的拯救死后世界有关。哼，那可不是他把我们从本真世界折腾过来的理由。嘴上口口声声说着大公无私的人渣，我们在西伯利亚见的还少吗？再说沙铁国度的人已经死了，满地都是鬼火。尽管他们天天念叨高塔贤者会让他们重获新生，但我们可都经历过克洛斯腾的事情。那个奥托努力了500年，最后得出的答案和凡夫俗子理解的复活可有半点关系？希儿，人死无法复生，可是连小学生都知道的道理。你说的那2个人，一个是理型，一个是人工智能，就更该知道这一点。除非他们是还想整出点别的花样，比如借尸还魂什么的。应该不至于吧。总之，米斯特林大概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坏，不然他又怎么会指引大家来到岩雪圣城的边境村呢？你是说他预见了我们此刻的重逢？得了吧，我们因为他也没少吃亏，算起来这都是第2次了，你还是多留几个心眼吧。好，我听你的。话又说回来，苏莎娜怎么没回去？当时她身上明明已经出现了量子之海将人排回本真世界的征兆，难道说因为羽兔搞的鬼，这一过程在即将实现时被什么东西阻挠了？这应该也是我们最终进入了不同世界泡的原因吧。不过要说这和羽兔的所作所为有关，我们也没有证据。再不然就只能是石头博士口中的那些规则了。可恶，先不管这些没头没尾的东西，当下最要紧的还是我们在现实中尽快会合。石头博士说过，只要能找到2个世界泡重叠的区域，他或许就能以某种形式从中通过，并帮助我们定位你的下落。现在看来他的确做到了，但那之后的事情才最让人头疼。
岩雪圣城和沙铁国度看起来就像沙漏两头的玻璃球，无论是你还是我，想要进入另一个世界旁，都需要对抗重力，去触碰自己世界的天空。如果从岩雪圣城的高塔入手，可能会轻松一点。不过，那里也正好是米斯特林和普罗米修斯极力邀请我们前往的地方。切，真是越来越麻烦了。依我看，我们不如……希尔，希尔，发生什么了？希尔，你在哪里？希尔，你还好吧？我没事，让大家担心了。那就好。要不是苏莎娜说你有可能在和另一位希尔联络，我都准备唱歌喊醒你了。关于这一点，苏莎娜说的没错。可就在刚才，有什么无形的东西突然涌入了我们交流的房间，再然后，希尔就陷入了一种恐慌的状态。无论我怎么呼唤他，他都没有理会，就像我突然从他面前消失了一样。我明白了，有什么像单向透视镜一样横亘在你们二人之间，导致另一位希尔看不到你，你却能看到他。不过，连声音都能完全阻断，还不会被人察觉的镜子，我倒是第一次听说。再怎么说，那也不可能是真的镜子呀。所以，我们这是又陷入了僵局吗？倒也不尽然，在联络中断之前，我和希尔已经交换了自己获得的情报。比方说，绮罗前辈的伙伴薛丁厄博士此刻就在那边的世界，凭借他和石之律者的帮助，我才能和希尔建立通讯。原来博士在那边呀，那我们不用太担心，这件事一定有相应的解决办法。说不定联络出现问题，只是因为希尔手里这块光岩蕴含的能量消耗完了呢。你们是想换一块光岩吧？这个容易，那边的废弃仓库应该还剩了一些。那我们现在就试试吧。没有那个必要。虽然我不想打击大家的热情，但更换光岩的尝试的确是多此一举。怎么又是你？普罗米修斯正为了某件事忙得不可开交呢，而我恰好有空，就替他接下了这个活儿。米斯特林，你之前说过，当我们重新注意到那件事的时候，一切秘密也就都将得到解答。可如今，我们面对的疑团反而越来越多了。你真的不打算对此进行一些必要的解释吗？不必紧张，我正是为此而来。总的来说，假如跨越两个世界的联络可能产生某种代价，那它就绝不会仅仅出现在一块光岩上。这是指什么？维塔小姐，你对高塔贤者的印象是什么？话题变得好快。我也是想让大家更快地理解我接下来要讲的事嘛。所以，不妨说说看你对他的印象吧，碧塔小姐。好吧，我印象里的高塔贤者，
他在大家眼中是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同时深居简出，并因此反而更受爱戴的人哦。那么，如果岩雪圣城里出现了第二位贤者，大家又会作何感想？等等，那真的可能吗？就常理来说，这的确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也因此，它一旦发生，就势必会在某种程度上干扰世界本身的运转。我接下来要说的是，与规则有关。在你们生活的本真世界中，中烟之简就是主宰崩坏的规则。而在我和普罗米修斯造访过的13个世界泡里，崩坏同样自有其运转之法。规则无所不在，但平常又难觅其踪。唯有人撼动规则时，它才会悠然现身。一如此时此刻。你的意思是，我和希儿的联络无意中撼动了世界泡的规则吗？可你说的规则又究竟是？世界上存在着一位能够游走于生和死的世界的高塔贤者，这就是2个世界泡的规则之一，也是岩雪圣城居民都知道的事。换言之，你也可以认为，正是这一事实定义了所谓贤者的存在。看来你已经察觉到了呢。在名为希尔的少女体内，寄宿着异心同体的2个灵魂，而在2位希尔成功建立联系的瞬间，他们又恰巧身处不同的世界。由此，希尔便达成了化身为高塔贤者的唯一条件，即能够游走于生和死的世界，进而成为了第2位高塔贤者。异心同体？身处死后世界的希尔，难道不是和希尔同名的双胞胎姐姐吗？那个其实只是我随口编出来的故事，不好意思。抱歉，瞒了大家这么久。没关系，我倒是早就感觉到这当中有什么秘密了，只是没想到另一个希尔居然真的是另一个希尔。详细的情况我之后会和大家好好解释。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原本的话题吧。米斯特林，撼动规则会造成什么？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除了2位希尔无法再度取得联系之外，岩雪圣城和沙铁国度本身也出现了许多异常状况，而唯一能解决这场混乱的人，想必不用我说，各位也都清楚。等一下，虽然你说的头头是道，但我们现在都在荒废的边境村，还联系不上另一位希尔，根本无从验证你说的是真是假嘛。苏莎娜也成长了不少呢。既然如此，在出发之前，我就额外增加一道能让你们认清现状的验证环节吧。既然希尔已经成为了第2位高塔贤者，那么感知2个世界的现状，对你来说应当易如反掌。据我所知，只要你把自己的注意从另一位希尔身上分出来，转向那阻隔你们交流的所谓的单向透视镜就好。好吧，我会照你说的试试。原来
这就是单向透视镜的本貌。街上好冷清，大家都去哪儿了？城区怎么会有怪物？不行，得尽快消灭他们。这个状态的我，什么都做不到吗？都跑起来！要是被怪物追上，可就没命了。真倒霉！我只是上街买个菜，怎么就能碰上这种事啊？他们到底是哪儿来的？这里可是城区，是离高塔最近的城区。你少说两句，再跑快点儿！我还没看见神使呢。说来也是奇怪，神使怎么会放任怪物在大街上游荡？难道是？你就别多想了，神使一定在赶来的路上呢，咱们还是专心保命要紧啊！是啊，哎呀，我脚又扭了，该死，都叫你专心点了。来，我扶你。照这样下去，他们一定会被怪物追上。好吧，我印象里的高塔贤者，他在大家眼中是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同时深居简出，并因此反而更受爱戴的人哦。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吗？我明白了，你一定能替高塔贤者战斗吧？贤者的神使。得救了，是神使！怎么才来啊？对不起，不过你们能得救就好。总算是解决了。接下来，赶紧确认一下沙铁国度的情况吧。啊，那边的是希尔和石之律者。我好像变轻了。你真笨，连形体都没有的人，又怎么会变轻呢？石头博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明明已经堆了这么多块月岩，他们的光却还是在不断暗淡下去。莫不是大限将至，真要升天了？不知道，只凭现阶段搜集到的信息，我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希尔，你还在联系另一个自己吗？好嘛，这家伙又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不说话了。没关系，这是我筹划
我心生前必须经历的苦难。我相信贤者大人。喂，我们不是说好了要一起迎接新生的吗？你怎么能抛下我一个人先走呢？烦死了！你们本来就是死人，哭哭啼啼像什么样子？别像白痴一样撒娇，滚一边去！这力量是贤者显灵了，请再多打我们几下吧。你在说什么呀？怎么可以对希儿小姐如此僭越？还不快谢谢人家！哦，对啊，谢谢希儿小姐。好家伙，你居然还有这么一手！这个问题我还想问我自己呢。刚刚我与其说是灵光一闪，倒不如说是无中生有。也不对，反正我也不明白自己究竟做到了什么，当时只是想骂他们一顿而已。哼，这倒是越说越玄乎了。先到这里吧，他一切平安就好。你怎么了？没关系，我就是有点难受。米斯特林，你这家伙对他做了什么？奇洛前辈，这大概只是我使用高塔贤者能力后的副作用吧。米斯特林没有骗人，我们的确需要立刻前往高塔。我很高兴希儿能这么想，但于情于理，我都需要向你说一声对不起。那并非是什么副作用，你原本也不必承受如斯痛苦。只要我稍微强硬一点，放弃给予你所谓的验证环节。毕竟，对第二位高塔贤者来说，那条规则仍是不容忽视的制约。规则？是的，规则。在拯救之路上，高塔贤者抵达了更远的地方。他因此明白，被高塔选择之人，亦将为高塔所困。下
希儿，你又开始不舒服了吗？不是的，我只是有点走神。尽管还没有恢复到最佳状态，但比起在边境村的时候，已经好了不少。说起来，米斯特林去哪儿了？他在你走神的时间里，已经自顾自的进塔了，好像把我们传送到塔下，他的任务就结束了似的。照我之前感知的情况来看，他真正的任务说不定才刚刚开始。既然时间紧迫，我们这就进塔吧。维塔如果跟我们进去，有危险就不好了。虽说米斯特林把我们送来这里是为了解决所谓的混乱，但一切的源头还是让希尔分别流落到2个世界的他呀。哇，难得见到这么强势的苏莎娜，怎么，这是在担心我吗？我只是觉得你毕竟是一般民众。确实，保险起见，维塔还是留在这里吧。万一高塔里摆的是鸿门宴，那我们还得全力战斗。那我就听你们的，留在塔外。不过相对的，大家在塔里也要多加小心哦。据说贤者为了避免被人打扰，可是在里面布置了很多机关呢。机关？是啊，如果总结一下大家的各种传说，就像古代君主的陵墓一样，危险又复杂呢。古代君主？这个世界也有吗？那可真要很当心呢。明白了，我们会多加小心。谢谢你，比塔，我们回头见。别客气，回头见。是啊，回头见。米斯特林果然不在，他真是个难以捉摸的人呢。明明有能力把我们传送到塔下，又为什么不能直接把我们传送到塔顶和高塔贤者见面呢？是我拜托他这么做的。正如他需要为你们额外增添一道验证环节，我也需要用自己的方式了解你们。远道而来的异类。你就是高塔贤者？是的。在你的了解开始之前，我能不能先问你几个问题？但说无妨。你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对吗？感知变化是高塔贤者的基本能力。所以，从你镇定的态度来看，你也有完美解决这种异常的办法。或许谈不上完美，但没错，这正是米斯特林邀请你们前来的原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了解真的很重要吗？如果你需要我们的帮助，有话直说不是更有效率吗？况且，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你一定也从米斯特林和普罗米修斯那里知道了不少。我们并不是……恕我无法赞同你的说法。他人之言终归存在偏颇，而与我尚不了解的你们合作，也需要谨慎。我不理解。希儿，高塔贤者，让我们来这里的人是你，现在浪费时间的人还是你。既然你能感知到外面的情况，就应该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你知道吗？哪怕怪物侵入城区，哪怕灵魂行将消散，大家念着的还是你的名字。你怎么能始终保持一副局外人的姿态？就好像那些混乱，那些相信你的人，与你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我不愿相信，在其他人生死攸关的时刻，你却还要按部就班、不慌不忙，
去维持一种毫无必要的优越感。高塔贤者，如果你真的想要解决问题，那就应该跳过不必要的流程，直接和我们一道解决问题。希儿，你选择不回答吗？除了加深你我之间的误会，此刻的回应没有任何作用。请谨记，了解你亦是解决问题的一环。所以，尽你所能，速战速决吧。我在塔顶等你，希儿。等等，高塔贤者，我们没有必须战斗的。绮罗前辈，苏珊娜，这一层就交给我吧。为了尽快抵达塔顶，我们应该合理分配每一层的参战人员，留出人手，在战斗的同时进行调查。你说的对，不过一定要量力而行啊。前辈，我们是不是留在这里帮希儿比较好啊？相信他吧，苏珊娜，这也是成熟的女武神所必须经历的一环呢。身体还是没有完全恢复吗？我不应该找这种借口。要再快一点才行，不能让这个世界……这么着急可不像你呀！你只需要保持现在的步调，不断前进就好。你忘了我之前是怎么说的？可是，我不想再让事态恶化下去了。是，这我明白。所以，让我们一起战斗吧。希儿，怎么？你该不会现在才反应过来？我……没关系，战斗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也还有很多话想和你说呢。拥抱你的力量吧，希儿。能和你再一次并肩作战的感觉真好，希儿。这下知道我的好了吧？不过，刚刚的战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在这座塔里我们就可以……如果你问这个，那我也不太明白。应该说运气好吗？也不对，不应该有这么巧合的事情。哇，略过石头博士也就罢了，你真不打算提一嘴石之律者女士在这个过程中起到的关键作用？你安静点，别干扰到好不容易恢复的信道。还有，能不能不要用自己的能力偷听别人讲话？哎，刚刚说话的是石之律者。等下，你能听见我的声音？其实我们也听得见啊，而且似乎越靠近希儿，石之律者的声音就越清晰。希儿，能麻烦你和我们讲一下大家失去联系后发生的事吗？当然。情况果然与高塔有关。从空间方位来看，希尔目前身处的高塔的确离我们更近。再者，你们进入高塔，实际上也顺应了羽兔关于规则的说法，也就是成为被高塔选择之人。而且，如果承认贤者的力量全部都是真实的，那么实现这样的联络，甚至是借助我们这边的希尔的力量进行战斗，也都不足为奇。可如果这些都是事实，那个贤者又为什么要让我们身先战斗呢？希儿也指出过，明明外面的普通人更需要我们帮助。我对那位贤者还不够了解，不过，如果从善意的角度去推断，也许是这个世界的规则的确比我们已知的情况还要特殊吧。难道说，所谓贤者本身也是？所以，你们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还能有啥打算？当然是和希儿一起
先稳定边境村的鬼火，替你们争取时间了。不过我们这边事儿也挺多，不到必要的时候，还是各管各的比较好。也好，那就都拜托你们了。我们也抓紧前往下一层。啊，那边立着一柄旌旗，它的颜色让我想起了某个讨厌的人。布罗尼亚姐姐和我讲过她和米斯特林之间的战斗，毫无疑问，这柄旌旗就是米斯特林的东西。那我们要怎么做？当然是把旗子拔出来，然后教训一下它的主人啊！拔出来了，但什么也没有发生。星星！米斯特林，你又在搞什么鬼？其实，对于这种慢悠悠的了解方式，我和普罗米修斯都持反对意见了，但高塔贤者却意外的坚持呢。考虑到我们目前是同一阵营的人，他与我还有收留之恩，所以我也只能出现在这里，成为他了解希尔、解决问题的其中一环。你还是决定阻挠我们吗？不，我会为你们提供一些便利。你完全可以当它是之前没有充分说明规则的补偿。如你所知，我有可以将你们直接传送到塔顶的能力，但太过明显的作弊也不利于了解，所以我想了个折中的办法。在你们面前有3颗泡泡，而这之中只有1颗能在打破后直通塔顶，另外2颗则是误选的小小惩罚。喂，我忍不了了！你又不是空之律者，怎么会有这种能力？还是说，在这短短半年的时间里，你进化了？那怎么会？我只不过是利用了圣痕计划的残迹，而这种残迹在稳定的世界里反而难以寻觅。所以，你那时能把我丢进量子之海，就是因为这个？确实如此。不过我当初只是想把绮罗小姐丢到边境村这样稍远的地方，但因为刚来这里没多久，又缺少精确坐标，这才会误把你扔进量子之海深处。而现在，通过高塔贤者遍布2个世界的眼目，我得以收集了足够多的精确坐标，也就因此掌握了你们眼中空之律者才会具有的能力。怎么样？要接受我提供的小小便利吗？得了吧，谁要陪你玩这？等等，希尔，万一他真的想帮助我们呢？行吧，反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看来大家默认了这个游戏呢，如此甚好。选错了！不要紧，这一次选错，下次选对的几率就变大了。闪开！喂，你们俩不会真信他说的话吧？对不住了。都解决了，那么接下来就该是这颗泡泡了。我们的运气好差呀！我来帮忙。我说，有没有一种可能，这3颗泡泡全都无法通向顶层呢？期待已久，我也是。
表现完美，对不住了。终于结束了，接下来总该轮到正确的泡泡了。怎么还来？看吧，我就说这女人没安好心。绮罗前辈，你为什么看上去还有点开心？瞄准你的心脏哦！要换人吗？啊，怎么还真的留下了一个门啊？所以，这究竟是……我们进去看看吧。用我的能力来判断，应该没有太大的危险。这是什么啊？装甲、战车，长得未免有点超现实了。它看上去和特斯拉博士过去设计的和平使者很像，但和平使者应该没有被实际生产出来过。以绝对的火力换取恒久的和平吗？很有品味的名字。你们好，欢迎来到我负责的楼层。既然你出现在这里，就意味着米斯特林还是欺骗了我们。他就这么喜欢耍人？坦诚地说，关于传送门一事，米斯特林没有任何欺瞒，相反，他已经做到了自己能为你们做到的一切。尽管完全忽视了流程设计与访客情绪曲线之间的关系，但他开的后门却实打实的让你们跳过了高塔贤者设置的10道关卡。总之，只要能通过我的考验，你们就可以抵达顶层，直面高塔贤者了。那么，在你看来，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第一次遇见米斯特林时，我也产生了一样的疑惑。这或许是他对新生者的怜悯，或许是他对生命本身的关怀，又或许只是他探寻自我的小小试验。当然，这种概述性质的回答多半无法使你们满意。不过，无妨，之后大家还有很多相处的机会。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归主题，开启魔王试炼吧。魔王试炼，呀！我可以，我能行，我不紧张。别走神速山呐！和平使者，限制解除。看招，反复穿杨，目标锁定。这玩意儿还挺抗造，比特斯拉302机强多了。总之，我们还是先管好这边的事吧。不穿杨，对不住了。恭喜你们通过魔王试炼，并成功击败了17号的代步工具。这么厉害的战车，居然只是你的代步工具！每当我无法兼顾所有工作时，就会把一些琐事推给米斯特林。这诚然会减轻我的负担，却也在无形中增添了不少烦恼。举例来说，在为特殊的装备材料复明时，他秉持的理念就与我的品味严重相悖。什么理念？17号一定是指没有包装就是最好的包装吧？米斯特林，绮罗小姐不必惊慌，我不过是来提醒你们，
通往顶层的门扉已经开启这件事。不过，你们抵达的时间还是比我预计的慢了不少。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你就是想说我们运气不好吧？总之，我们待会儿见。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吗？我呀，最喜欢童话故事。它创造梦幻，编织起司，为荒芜的心灵播撒希望，用真诚的祝福颂赞美好。它呼唤热爱生命的人们，引他们进入一个又一个瑰丽的世界，并在共鸣的声音响彻灵魂后，展现真实。那是……如果没记错，这是我们第2次见面。我之前还在说人死无法复生呢，现在看来倒像是我的认知有点偏差。不过，我实际上也并不介意你再死第2次。自那次分别后，我也有所成长呢。不要装神弄鬼，你到底要干什么？我只是想让你帮我说服一个人。你找错人了，我可没那闲工夫。啊，希尔，你怎么也……不对，这里本来就是我们的心灵房间。总之，我们先让这个莫名其妙的外人消失吧，他太烦了。你或许误会了什么，与上次刚好相反。如今大家所处的位置，其实是我的内心。而我想让你帮我说服的人，不是别人，就是他，最初的希尔。作为此事的异类，止步于此，对你们来说才是最好的选择。毕竟，作为贤者，他已经品尝过最初的痛苦，而接下来的路只会有更多的束缚。只有离开，才能真正获得自由和幸福。少自作多情了，这关你啥事？是不是自作多情，你很清楚，不是吗？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目前发生的一切都在将你们引向高塔贤者。他对你逐渐知根知底，你却对他仍了解甚少。另一方面，他甚至不用离塔便坐受万民敬仰。你知道，希尔不再是爱哭鬼，不再是大笨蛋，甚至在很多时候，他表现得比你还要成熟、勇敢。这看似毫无关联的2件事，已使你产生一种模糊的预感。万众的信仰与无私的心灵，只会催生出必然凋谢的花朵。它的芬芳固然纯美，可若是想要嗅闻，就得做好直面死亡的准备。即便如此，你也要和我站在对立的一面，放任他与高塔贤者会面，对他的未来不管不顾吗？他的事情不需要你操心。每当我替你说出心声，你都会展现出抗拒的态度。这是不是也代表着和那时相比，你实际上一直在原地踏步？
又或者说，你甚至还没有认可自己。你说完了吗？我不知道你是谁，你和高塔贤者有什么关系？但正像我不会全盘接受高塔贤者的说法一样，我和希儿都会继续前进。没有人会在此时此刻接受你的说法。高塔贤者说过，他拥有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许因为他为人们做过好事，所以在与他见面前，我愿意给予他最基本的信任。而你似乎只对我们个人很感兴趣。基于这一点，我已经有了一些对你身份的猜测，但那恰恰与你无关。至于你说我之后将要遭受的痛苦和束缚，我们并不是这个世界的居民，也不打算成为什么高塔贤者，但在我们生活的世界，无私的心灵曾经凝聚了万众，让信仰得以超越死亡，并开出代代相传、永不凋零的希望之花。我只是相信其他世界的人们也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为此我很乐意帮助他们。这不是什么无私的心灵，恰恰相反，我是在自私地认为我们所相信的东西，他们就是最好的。我想做到我们的朋友已经做到的事情，甚至想要做得更好。我们当然会做得更好。心灵空间被动摇了，是我的意志还无法赢过他们吗？对不起，没能帮到你，我亲爱的姐姐。无论如何，你们抵达了这里，那么我也该给予你们相应的尊重。如你所见，对应于你们的第二位，我是第一位高塔贤者，也是为你们设下重重关卡之人。你们想必对我抱有诸多疑问，所以在无意义的质辩开始前，请容许我进行简单的陈述。当然，感谢你的理解。你的两位同行者已被米斯特林引至了足够安全的地方，而博士与律者的声音也被贤者的力量暂时平断。我是不是该替他们谢谢你的贴心？我只是希望我们的第一次会面，贤者之间的会面，不会受任何人打扰。哼，少在那里惺惺作态，都不用说再之前的事情。刚刚那个莫名其妙把我们拉进小黑屋的人，不就是你的手下？我接下来要讲的是你们最关心的事，无论用混乱还是意象加以描述，恐怕都不足以概括两位高塔贤者共存所造成的影响。以我的经验来看，这会是一次无法逆转的崩溃。以你的经验，更确切地说，来自我个人实践的经验。每一次离开高塔，都会让我遭受难以想象的折磨。当我回到塔中，那种创痛和损耗却能很快恢复。米斯特林和普罗米修斯将这种限制我行动的东西定义为规则，我则用我自己的经历证实了撼动它必须付出的代价。若是规则涉及的范围小，代价也容易限制；反之，就会出现现在这种情况。所以，你其实并非生来就知晓两个世界的所有规则。那么在你眼中，
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又究竟是？高塔不允许高塔贤者离开，那我便留于高塔。世界不允许2位高塔贤者共存，那我便会彻底抹除1位高塔贤者。说了这么多，你就是想和我们打一架？我与希尔之间只能有一方存活，更何况这场战斗早在希尔步入塔中的那一刻就开始了。我不过是经由米斯特林提醒，用了一个令人生厌的方式来促使你们2人能够心无旁骛的战斗而已。毕竟高塔本身就是贤者全能的一部分，你越往上，这份全能便会多流向你1分。而在希尔抵达顶层的当下，你我手握的全能已没有明显区别。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比如我自行了断，或者不战而降。如果世界愿意给予所有人足够的时间，我或许会找到更好的方法。但此刻你与我别无选择，决斗已是势在必行。你真的想清楚了吗，姐姐？这样下去，你只会害死自己。所谓使命，还是趁早忘。众生行过白昼，而后没入长夜，最终由我之手重获新生。你当潜心谛听，这来自生灵的呼唤。这是想围攻我们吗？按照以往的经验，他们之中一定存在着所谓的真身，我们耐心找找吧。默契的配合，那么，请闭目感受这来自王者的余意。等待时机，像刚才那样攻击真身吧。拥抱你的力量吧，希尔。不愧是第2位贤者，但你又能否辨明这生与死的界限？看来我们需要用不同的方式应对攻击。别慌，集中注意力就好。成功了！居然是假动作，这可骗不了我们。你就这点本事？你既已目见离析，就该知晓，它绝非世界应有的模样。唯有相遇为一，才能获得救赎。这一次只有2位绅士，说不定是高塔贤者累了，用不了人海战术呢。但他们的样子不太对劲。生杀予夺，一念之间。黑白绅士的攻击几乎没有破绽。毕竟，他们也在与范本的对战中，不断完善着已有的共生关系。范本？拥抱你的力量吧，希尔。
凡此生灵，皆无可逃。小心，被击中可就糟糕了。拜托了，另一个我，真拿你没办法。生命终有尽时，信仰不容摇撼。你们是否做好了准备？你有完没完？希儿，了结他们吧。拥抱你的力量吧，希儿。结束了，由此，希尔便成为了真正的高塔贤者，可喜可贺。难道你从一开始就……高塔贤者，你们胜利了，希儿。你们拥有足以令我放心的力量，胜败有数。你们是继承这唯一全能的一方，枪已经开始了。你早就做好准备了吗？交出自己的力量，把它们全数转移给我。早知如此，你干嘛不在开打之前就投降？这样一来，整个世界也能早点结束这场崩溃，不是吗？不是的，希儿，问题不在这里。虽然我们的身体状况正在好转，世界的崩溃也暂停了，但为什么他的样子却变得越来越虚弱？你不再是高塔贤者了，规则也就被再次平衡了，不应该是这样吗？但你现在的样子，难道交出贤者的全能，对你还有别的意义？不管怎么说，他也算是自己有心把全能让给我们。希儿，你不用这么担心他。他也好，我们也好，目前都是在顺应这个世界的规则而已。这一次，他说的倒是没错哦。这场战斗本身，现在发生的一切，包括高塔贤者这个存在，都是在顺应这个世界的规则。哼，狡猾的女人，看我们打完架了就跑出来了。两位贤者之间的斗争，我们凡人可不能插手呢。米斯特林，你前一句是什么意思？为什么高塔贤者会变成这个样子？很简单，贤者的全能对于你们来说可能只是一种力量，但对于高塔贤者来说，却是他赖以维持存在的能源。毕竟，长时间维持自身的存在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对于异种圣痕而言，你的意思是，
他也是被你那个圣痕计划造出来的麻烦。当面说人家是麻烦，可不太礼貌呢。而且，比起有些迟钝的希尔，这边这位敏锐的希尔似乎早就察觉到了。确实我已经有所猜测，但还是希望你们能亲口把来龙去脉解释清楚。我们有权对这一切讨要一个解释，不管是作为这场战斗的赢家，还是作为新生的高塔贤者。说得好，希尔，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两个满口谜语的人？诚然如此，无法反驳。那么，贤者大人，你有何想法呢？我会向你们说明一切，不过是用更加有效率的方式。剩余的力量应该足够。原来如此，这倒是非常符合我们的作风呢。啊，不过，那是……这种感觉……喂，你该不会又要……希尔，你还好吗？我没问题，幸好这次我们没有被丢到不同的世界，而且这个感觉跟那个米斯特林当初使用的把戏简直如出一辙。我猜想高塔贤者使用了和他类似的能力，现在的这片空间恐怕是他展现给我们的梦境。哼，不愧是一丘之貉，连手段都差不多。但是他对我们应该已经没有恶意了，现在的梦境大概类似于为了起到解释说明作用而放给我们看的投影。既然如此，他就应该是无害的。你可真是的，都被人强行拉进梦境里了，还这么老好人。不过也好，趁这个机会，我们就一起去逛逛吧。希尔，我的意思是，既然是给我们看的投影，总得在什么地方藏了点讯息吧？我们就去把那些讯息挖出来。好呀，我们一起去，希尔。是白世界的居民们，但是和之前看起来不太一样。凑近听听他们在说什么吧。老头子，你还好吧？没事，没问题的，小事而已。早就跟你说了，别逞强。你那身子骨又不比从前了。可这祈祷日怎么能缺席呢？咱们都祈祷一辈子了，最后这几天里，要是怠慢了，那不就功亏一篑了吗？什么最后这几天的？瞎说什么呢？贤者大人会指引我们，带我们前往该去的地方的，对吧？就算你这么说，咱们这把年纪了，还走得动吗？奇怪，以前在白世界见过的居民应该不会说出这种话。我见过的那些鬼魂，大部分也都很虔诚。这两个人是所谓异端吗？不好说，再看看吧。唉，镇上的酿造房听说也快开不下去了，难不成我又得失业了？
那也没办法吧，麦子的收成一年不如一年，谁还喝得起酒啊？不过我早觉得自己不适合这份工作了。比起捣鼓那些瓶瓶罐罐，我还是更擅长跟人聊天。哎，你说，如果我在祈祷的时候多念叨几句，贤者大人会不会赐我一个开旅馆之类的工作？我天天祈祷今年大丰收，也没见贤者大人开恩呢。再说这年纪，你还指望能有几个旅客？只活在传说里的贤者大人，他真的能为我们做到什么吗？看样子，这幻境里是一个没有高塔贤者的世界，怪不得这些人都跟丢了魂似的。喂，你还在这愣什么呢？怪物又出现了，就在前面。真的？昨天不是才刚刚出现吗？我还没做完今天的祈祷呢。要是神使能显灵一次……哎呀，别神使了，这话留着回家跟你爷爷说吧。糟了，他们朝这里过来了，大家快跑啊！幻境里怎么还有怪物？也只能先击败他们，再继续调查了。和我一起战斗吧！是。这个姿态，一定是传说中的神使。神使显灵了，神使真的显灵了！真不爽，明明我们先出的手，功劳倒是都归他了。拥抱你的力量吧，希尔。希尔，我们跟过去看看。果然是他，他怎么不理我们？我想，这个梦境里的人应该都看不见我们，这应该只是一个用于展示往事的梦境。刚才那些居民们不也对我们没有反应吗？话虽这样说，可那些怪物不就有反应？没什么，针对那个高塔贤者发点牢骚罢了。所以，既然是往事，也就是说，这个梦境里的事情发生在高塔贤者刚刚诞生的时候。应该是这样。明明是传说中的神明，却在这种时候才诞生吗？啊，我懂了，这就是圣痕计划那段时间里发生的事情吧？被那个女人有意无意制造出来的一种圣痕，流落到了一个有着贤者传说的世界泡里。并成功适应了这个世界泡里的规则，成为了他们的高塔贤者。也有可能是原本存在于这个世界泡里的贤者已经消失，而拥有类似能力的异种圣痕恰好填补了这个空缺。不论如何，在贤者到达这里之前，这个世界的贤者信仰显然已经出现了动摇。那当然了，毕竟他们崇拜的贤者，这个时间点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也就能解释异种圣痕为什么会自愿背负起贤者的使命了。你听，当他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还在为不了解自己的存在意义而懵懂的时候，最先听到的声音是：天哪，真的是贤者大人！贤者大人显灵了！
谢谢您帮我们击退了怪物，贤者大人。贤者大人，你能为我们带来下一季度的丰收吗？我这一辈子的祈祷，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亲眼见到您呢，贤者大人。我是贤，请您为我们指引前路吧，贤者大人。请您为我们指引前路吧，贤者大人。指引贤者。是的，我是这个世界的贤者。贤者大人，希望您能为我们带来安宁。圣城东南角的住宅区需要2名神使进行护卫。贤者大人，请为我指引前进的方向吧。需要1名神使带他前往西部的磨坊，那里正在招收女工。哎，是怪物！贤者大人，救救我呀！4名神使立刻出发救援。原来以前都是靠神使跑腿啊！也真是苦了这些白家伙，这要比重装小兔还忙吧？虽然效率还比较低，但是和贤者降临之前相比，世界的秩序确实稳定了很多。而且，不只是这边的世界。贤者大人，请带他前往该去的地方吧。该开始了呢，今天的卫灵。这样就好。原来如此，那些鬼魂还真没说谎，是贤者的力量把他们引渡到了所谓的死后世界。作为普罗米修斯口中的异种圣痕，它倒可以说是相当稳定而又无害了。如果没有最近的这些意外，当然，事情不可能真的如此顺利，否则他又怎么会伙同羽兔把你们骗到了这个世界？什么声音？希儿，你也听见了？再好好看看，当生的光芒经过他的身体，被引向死之国度的时候，你们不觉得有什么东西被从他身上一并带走了吗？这个声音又是你吗？察觉到了吗？也是，一回生，二回熟嘛。况且，了解来龙去脉，本来就是你们自己的要求。少在这里装神弄鬼，给我出来！看到普罗米修斯这么有干劲，贤者大人肯定也能放心了吧？为了报答收留之恩，
我们一定会管理好圣城给你看。我说过，不在意你们真正的目的，只要你们做的是有利于世界秩序的事就好。正如你那天所指出的，我对圣城的管理存在巨大的漏洞，不能长时间离开高塔，却又必须亲自出面处理纠纷。是呢，所以你不只需要负责预言的隐士，还需要我们这样的帮手呀。看起来，米斯特林和普罗米修斯会来到这里，真的只是个巧合。而且他们也的确改良了这个世界的运作方式，让一切变得更加井然有序，而不是选择无条件捕捉异种圣痕。别被她骗了，希尔，这个女人从来就没安什么好心，或者说她根本就没有人心。她干一件好事，没准就是在为下一件坏事攒免罪符呢。要不然，为什么我们会被拖到这里来？无论如何，普罗米修斯达成了承诺的第一步。关于这一点，我必须向你表示感谢。那么，米斯特林沙尼亚特，你负责的第二步会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来了，就是这里。毕竟，我和她，希尔弗勒艾小姐，也算是老相识了嘛。这家伙果然露出了马脚。作为一个范本来说，你所渴求的那种平衡状态，几乎和他现在的情况一模一样。浑然天成的双生一体，非人之物与人类的完美结合。以他为参考，你一定能找到关于这两个世界的答案。哼，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等一下，他说双生一体，也就是说，贤者想要的范本是我们两个。确实，如果真如你所描述的那样，我们或许就有机会从他们身上找到挽救两个世界的方法。毕竟我很清楚，我并不是真正的高塔贤者。我见过很多异种圣痕，他们要么是沉湎于自我欺骗，要么是察觉真相后自暴自弃。而像你这样清醒而又果断，坦然接受非人身份，却又担起拯救人类使命的个体，不得不说，多少让我觉得有些欣慰呢。我并不能听懂你的全部解释，但是，从诞生的那一刻起，从我开始聆听人们的祈祷以后，我就逐渐察觉到了，维护这两个世界的稳定，这是我自然接下的使命，却不是我与生俱来的能力。我不觉得认知到这一点有何困难。另外，只要我还在尝试稳定这两个世界，就能察觉到它们分裂的趋势。是啊，因为你终究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造物，被你引向彼岸的鬼火们，还是无法维持自身的独立存在。更进一步说，你并不具备让非人之物变成人的能力，也就是传说中高塔贤者最终的使命。死者不能如祈祷般与亲人重聚，他们和他们的世界终究会逐渐远离岩雪圣城。在那之前，我们必须找到阻止分裂的手段，将非人之物重新引导向人，回应那些祈祷，稳固两个世界。对我来说，我只需要做到这件事便好。这和我究竟是何种存在，并没有直接的关联。请允许我再次表达，你真的是令我欣慰呢。我不需要你的恭维，我只需要你的理论支持。那么，事先声明，我只保证会尽我所能，
但并不对一切的结果打包票哦。这就足够了。虽然不太想插手职权范围外的工作，但身为这个世界灵石的管理者，我认为我有必要说一句：米斯特林，你能够加以分析的数据，将主要来自于希尔弗勒艾分别进入2个世界炮之后，从他们身上可能观察到的现象。进一步说，观察他们重新相遇的过程，可以为我们固定非人生命体、稳定2个世界的工作起到指导作用。怎么了？你担心我会忘记自己的作战计划吗，普罗米修斯？我只是以为你没有那么迟钝，至少能在我重复一遍之后发现其中的问题。一旦2个希尔重逢，他们就会成为第2个能够游走于2个世界的存在。如此动摇世界的规则，我想你们应该了解其中的风险。更何况，这2个世界的概率本身就存在某种难以解释的异常。你在指这个世界面临的风险，还是高塔贤者面临的风险？你没有必要让我做选择题，你知道这2者都会发生。自然，世界面临的风险，我会尽力去避免。如果到时我的力量不足以用于牵制，或许也需要你们的帮助。无论如何，这是守护这个世界所必须付出的一部分风险，没有退让的余地。而我自身需要面临的风险，也是如此。你应该明白，一旦你失去了高塔贤者的全能，对你来说将意味着什么？重要的并不是我，而是高塔贤者。只要有人能够继承这份全能，那便足够。而且，果真如此，那将会诞生出完美的高塔贤者，真正能够长久地维系2个世界，带领众人走向安定的存在。其代价也不过是，用你们的话来说，我将回到自己本该回去的地方。还有比这更合理的安排吗？瞧见了吗，普罗米修斯？我留在这个世界，并不只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而已吧。请允许我不厌其烦地再次重复，能够见证属于异种圣痕的这一种可能，该如何叫我不感到欣慰呢？所以，这一切都是高塔贤者事先安排好的一次全能交接。他在米斯特林的配合下，以自身为代价，让我们成为能够取代他自身的完全体高塔贤者。就算是这样，也没道理强行把我们绑架到这里来啊！不会好好说话吗？而且，就为了拯救那些鬼火一样的怪物？希尔，你在死后世界见过那里的居民了吧？如果他们就是岩雪圣城的居民所变化的，那么我想，他们应该也和我见过的那些居民一样，都是虔诚善良的人。要说起来，确实都是些老老实实的家伙了，一个个都还念叨着贤者大人贤者大人的。现在我们也要成为那些家伙的贤者大人了吗？能够帮到他们，我觉得也不错哦。当然啦，首先我们还是要确保能够安全回家。不过这并不矛盾，对吧？就像幽兰戴尔的经历一样。哼，那些家伙倒真是会给人添麻烦。罢了，有我和希儿在，要给鬼火们整个人形也是手到擒来的事吧？你们真的这么认为吗？你是刚才的高塔贤者的全能，究竟意味着什么？难道你们忘记了吗？无法离开高塔，永世背负着卫灵的责任。还有，为何他会逐渐无法阻止2个世界的分裂？难道他的力量不是在一点一点的变弱吗？你们真的打算接替他，
成为这座高塔的耳石吗？退后，希儿，这次我一定要把他送去死人的世界。你们还是不愿意接受现实吗？无妨，事已至此，就让你们听听吧。这次可是我最诚恳的自白呢。希儿，我没事，希儿。看样子，那个人又一次干扰了与高塔贤者相关的空间。我想，从贤者开始展示回忆的时候，那个人就跟进来了。每到关键时刻，他就会出现，向我们灌输自己的观点。能够像这样随心所欲地入侵意识空间，和那个在我面前假扮你的人，想必是同一存在。哼，我倒是很想看看，他要是撞见了石之掠者，会有什么下场。不过，我们还是不明白他究竟有什么目的。这个声音是灰蛇？难道这是我们还在量子之海里的时候发生的？我们快去看看，希儿。原来如此，你不在这里。一个来自异世界的影子，因为漏算了你的存在，而使我功亏一篑吗？我也感到非常惊讶，不知名的先生，没想到我能在诞生之初遇到了你这样的个体。诞生之初。啊，我明白了。呵呵，为何没有想到呢？那个女人的行动，很可能伴随着异种圣痕的诞生。啊不，或许根本就是互为因果。可是，我很好奇。你我毕竟无冤无仇，你又何苦要加害于我呢？你误会了，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因为量子之海里的空间并不稳定而已。我的本能是存续，为了能够获得稳定的空间以及回归自己的原点，我需要相对稳定的空间以及充足的能量。所以就不由分说，从我身上转换能量和空间吗？只是为了能在量子之海里活下来。你想要的东西和我又有什么区别？是呀，我就是从你身上学来的。你应该知道，我们圣痕生命在诞生之初最主要的本能就是学习。催化我诞生的姐姐让我觉醒了存续的本能，而你则让我觉醒了掠夺的本能。从环境中获取资源，构建自己的躯体，千万年来人类也是这么做的，不对吗？是吗？那还真是谢谢你，愿意陪我聊天啊。如何？在那边的两位希儿，到此为止，才算是真正解释了全部的来龙去脉，对吧？那还真是谢谢你，为我们家演了这么一出肥皂剧啊！那个灰蛇的结局虽说也是自作自受，但我还是觉得和他那种直白的恶徒相比，
你这样莫名其妙的家伙更叫我难以忍受。我还以为如实展现我的动机，你们就能够理解了。理解？当你们从这个梦境中平安醒来的时候，高塔贤者的全能也将完全转移到你们身上。我始终认为那不是最好的办法，对我们任何一方来说。我明白你不同意我们继承高塔贤者的全能，因为你并不相信我们能够承担这份责任背后的代价。但正如刚才我们所说过的，我们彼此都已经做好了觉悟，而这份觉悟也绝不会输给你这种家伙。相信或者觉悟并不重要，我只是单纯觉得你们继承贤者全能和我吸收那个仿生人的能量，这两件事似乎也并无区别。不过你们刚才的演说从另一个角度上也的确让我的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点动摇。也正因为那一瞬的动摇，我想到了一个办法，一个从你们身上学来的办法。而反过来，我也想看一看你们的心灵是否也会和我一样发生动摇。直面死亡需要足够的觉悟，有时那只能在切身的危机面前才能显现。之前借用圣城中的怪物，我在记忆中给予了你们小小的考验，而现在我已经知晓你们会因何而动摇。希尔，和我一起战斗吧！是。这家伙的动作快得不正常，是用梦境的权限作弊了吗？可如果这样下去，我们在贤者的记忆里长时间战斗，两个世界或许都会陷入危险。我们不能拖太长时间，得想个办法。去吧，希尔，去守护我们的约定。喂，什么？他慢下来了，希尔，趁现在。姐姐，你……嗨，米斯特林，把我们困了这么久，你终于想起来要解除一下梦境了。抱歉了，不过我可得帮贤者大人澄清一下，我们早就发现了额外的异种圣痕，只是要想加以针对，也必然需要做许多准备。最后能逮住这个调皮的家伙，也多亏了贤者大人的帮助。当然，帮忙制造破绽的你们也功不可没哦。你和他们的看法一样吗，姐姐？我只是希望我们都能继续存在。抱歉，但我不能再放任你为所欲为。接下来我们必须完成稳定两个世界的行动，而你的自私行为会破坏世界的规则。我……终于被消灭了吗？别动不动就用那么危险的词嘛。那孩子只是暂时回到了自己该回去的地方，对吧？你们把它回收进了圣痕空间，是吗？所以，在这之前，你们就已经清楚它的存在和由来了。它到底是谁？我称之为异种圣痕0015号。它诞生自异种圣痕0014号，也就是你们所熟知的高塔贤者。准确地说，
我将希尔你们引入量子之海时所产生的波动，作为一个漫长过程的最终节点，催生出了它的存在。牺牲自己维持世界的高塔贤者，他身上被压制的求生本能逐渐剥落，进而反过来阻止这一切。这只是我目前的推测，但应当与事实偏差不大。诞生自一种圣痕的一种圣痕，怎么西伯利亚的人都这么喜欢套娃？哎呀，我的信用似乎还没有差到这个地步吧。我无法准确陈述你们的定义，但我确实能感受到他与我同源，所以他才会叫你姐姐。之前也就罢了，你们明知道有这种危险分子存在，还放任他在塔里行动。这件事我也不知情呢。我本以为他不会出现在这个关头，不过事后想来，这应该是贤者大人的另一重保险措施吧。谁让我的信用真的不太好呢？事关整个世界的规则，我必须确认你的判断中没有混入杂质，所以我让他负责了一次对希尔弗勒爱的另类检验。只是没想到他会更进一步攻击你们的肉体和精神。那么，他当时还有之后告诉我们的，也都是真的吗？成为高塔贤者，就需要永世留在塔中，进行无休止的慰灵这一点。还有每次引渡灵魂都会丧失一部分力量，最终被蚕食殆尽这一点，他们都是真的吗？对于不完整的贤者来说，这些缺陷确实存在。如你们所见，贤者大人现在之所以会如此虚弱，除了在刚才那2场战斗中的消耗以及力量的转移之外，平日里的慰灵也带走了他大部分的圣痕力量。毕竟照耀死后世界的月颜本来就补充自圣痕的力量呀。你刚才说不完整的贤者，那完整的贤者又如何呢？准确来说，我也不能确定，因为谁也没有见过真正的高塔贤者嘛。也许你们会比他更自由，也许你们还是要为了2个世界的存续而被禁锢在高塔中。不过，从积极的角度想，这之间的区别应该就像羽化前后的律者一样吧。这样啊，我明白了。虽然我只是一个外来者，但在目前的状况下，我很乐意接受高塔贤者的传承。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准备把希尔和自己禁锢在高塔里，我们还有需要回去的地方，也还有在等待或寻找我们的同伴。但就像在我们的世界中幽兰戴尔曾经实现的那样，我相信我们也一定能找到一个两全其美，不，皆大欢喜的手段。为此，我甘愿先成为高塔贤者，接受贤者的冠冕与枷锁。你也是这样想的吧，希尔？正因为我们已经考虑到了这一步，我们的内心才确实没有被那个0015动摇。你选择的地方就是我选择的地方，等到我们回去的时候，就可以像布罗尼亚他们好好的吹牛了呢。这样啊，那真是太好了。我代表这个世界感谢你们。从这一刻起，你们就是新的高塔贤者，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了。
所以，原来的高塔贤者是在耗尽力量后消失了吗？真是的，别忘了这里还有我呀。虽然属于他的力量已经所剩无几，但我还是能通过将它收进圣衡空间的方式，保有它的存在。当然，短时间内他是没力气出来和大家打招呼啦。贤者大人的交替，没想到我还能有幸亲眼见证这种世界级的大事啊！直到刚才神使们回到镇上，大家才渐渐冷静下来。要是现在把这个消息传出去，那肯定又得炸开锅了。喂，你可别管不住嘴巴呀，维塔。不会不会，再怎么说我也能分得清轻重嘛。之前安抚居民们的时候，我不也帮上了不少忙吗？准确来说，在我和神使负责的部分以外，你承担了大约3%的工作。毕竟我只是个凡人，比不过机械和神使也情有可原呀。但不管怎么说，身为这场混乱中的有功之臣，让我看一眼新上任的贤者小姐总是可以的吧？我很好奇她现在究竟有什么变化呢？的确，在亲眼见到希尔以前，对米斯特林的战后总结，我最多也只能相信5成。我知道了，那就请各位往这边走。是希尔！嘘，他正在练习使用贤者之力整合祈祷，御使神使呢。另一个希尔回到了他体内？不，他回到沙铁国度，和石之律者他们会合了。那里现在的情况，大概比炎雪圣城还要混乱得多吧。不过那孩子还是很温柔能干的，想必很快就能把问题都解决掉吧。温柔吗？怎么了，苏珊娜？为什么一脸困惑的表情？不，我只是在想，他刚才形容的那个人，真的是另一位希尔吗？看人可不能只看表象哦。就像石宇绮罗小姐，你不也因为外表以及与这外表又有反差的性格，而对我产生了不少误解吗？这是……各位，等一下！贤者大人，不，希尔小姐的样子好像有点不对劲。希尔小姐，贤者的力量不正常，怎么会这样？世界崩溃的警报！不会吧，这么快又开始了？不是说只要整合了高塔贤者的力量，就不会出现这种事情了吗？但是怎么看希尔的样子，这股力量好像不是在帮助我们呀。米斯特林，这也是你的计划吗？这还真是。虽然不太想用这种方式自证清白，不过如你所见，受到异常状态影响的，似乎不只有希尔。曾经过度接近这个世界核心规则的人，好像都会被波及到。的确，我们正在遭受某种力量的反噬。不仅如此，喂，听得见吗？希尔，石之律者，发生什么事了？希尔他还好吗？谈不上还好，不过我还能撑住。石之律者，你别缠我。瞧，就是这样。虽然被某种力量压制住了，但意识还挺清醒。问题是，不仅他出问题了，石头博士和那些鬼魂的状态也都突然变得很差。不是说可能是那个什么贤者的力量出了问题？你没有头绪吗？的确，
高塔贤者的力量出了问题。不，与其说是力量出了问题，不如说是力量没有起到效果。这种力量似乎被世界的规则所束缚，变成了大家的累赘。你的意思是，这倒真是我的疏忽。不过，它的确可以解释现在我们的处境，非常有道理。所以，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啦？就是说，替换高塔贤者这个方案，并不能解决两个世界面临的危机。世界依然在崩溃，而我们也将注定卷入其中。救命啊！救命啊！贤者大人，这边，贤者大人，救救我们！干嘛呢？快走！快救救我们！还好，我勉强能够听到，也还能帮到他们。但无论驱动神使还是卫灵，这些手段也只能略微缓解现在的困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随着我的负担不断加剧，没关系，希尔，你不用顾虑我这边的负担。既然我们已经决定了这么做，那当然要力所能及的做到最后。希尔，你还好吧？还坚持得住。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了？不能说是平安无事，只能说看起来多少争取到了时间。在小柱的引导下，民众姑且安然无恙。这边也不用担心，有你们的时之律者在，发一些针对那些鬼魂的广播，自然轻而易举。不过，既然月光还是越来越暗淡，那么出现第一个牺牲者，也只会是时间问题。行了行了，这谁不知道啊？你一个博士，我们请你来是解决问题的，不是听你说丧气话的。不管怎么说，两位希尔为我们争取到了来之不易的时间，不能浪费。大家的确需要争分夺秒展开建设性的讨论，确定新的应对方案。那么长话短说，你直接开始吧，米斯特林。怎么，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吗？我以为身为始作俑者之一的你，已经想到了什么。普罗米修斯，你这样使用词语，只会让大家更误解我呀。不过，有一点确实如此，在诸位量子之海的冒险者面前，我愿意再班门弄斧一次。让我们回顾一下稍早之前的情况。因为两个希尔在两个世界之间的往返，促使他们成为了独立于前任高塔贤者之外存在的第二任高塔贤者，这导致两位高塔贤者同时存在，也触动了世界的规则，暂时激化了崩溃现象。而且正如前任高塔贤者本人所说，
他自己也并不通晓世界的全部规则。那当然了，按你们的说法，他就是个新生的圣痕嘛，怎么可能什么都知道？所以，先前我们以为是因为我们触犯了贤者唯一这条规则，世界才会陷入不稳。但如果事情并非如此呢？你不会是想说，实际上我们还触发了其他未知的规则吧？那你的解读还真够随意呀。是否随意暂且不谈，但大多数天然的产物，支配其存在的规则，的确都非常单纯。就像整个宇宙的物质分布，其实决定于大爆炸时的量子涨落。自然界中那些纷繁复杂的现象，往往是由极其单纯的法则，经过种种迭代、映射或繁衍最终形成。类似律者降临这样过于接近游戏规则的事物，在人类的观测史上也仅此一例。而中烟之茧的存在，恰恰证明了它并非纯天然的系统。不愧是薛定谔博士，解释得非常立体。不过，石宇绮罗小姐，你是不是太心急了一些？我刚才想说的是，在岩雪圣城和沙铁国度这两个世界之间，或许存在着某个更加庞大的、不同于一般世界炮的规则。唯一的规则，并没有什么高塔贤者不可共存，或者高塔贤者不能离开高塔，只有高塔贤者可往返于两个世界。甚至如今世界趋于崩溃的事实本身，都是这条唯一规则的外在表现形式罢了。从一开始就只存在一条规则，因为它，高塔贤者才会如此恰如其分地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也因为它，世界才会走向崩溃。米斯特林，你认为这条唯一的规则是什么呢？这个嘛，不知道。先来一步的前任高塔贤者都还没摸索清楚的事情，我又怎么会立即顿悟呢？我只是想告诉大家，不搞清楚这条唯一的规则到底是什么，我们就没办法指定下一步的行动方案。至于如何发现这条唯一的规则，那可真就超出我的能力范畴了。我最多能推测出世界崩溃的结果是两个世界炮会互相融合、湮灭。说了半天，除了预告一个世界末日，你这不是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吗？确实，我只是发现了一只没有指针的罗盘，无法为大家提供实际的贡献。但此刻的我，的确毫无保留。没办法，谁让把你们卷进这件事里来的人是我呢？还债是天经地义的吧？原来你还有这份自觉呀。让我想想，还有什么能够作为补充信息呢？就从我利用了一些手段，把两位希尔带到这里的事情开始讲起吧。当时，你们被分到了两个不同的世界炮，对吧？前任高塔贤者说，这是为了以我们作为范本，寻找阻止世界分裂的手段。是的。具体来说，我在量子之海中进行渗透的方法，竟然在长空室的虚数起点附近也能生效，这本身就是一个疑点，也从另一个角度促使我思考唯一规则的存在。不过，我此刻要指出的是，当时考虑到贤者的诉求，我其实放宽了边界的渗透性，这或许也催化了0015号的诞生，某个灰蛇的死亡，以及……这么说吧，前任高塔贤者想要的是非人之人与人类良好结合、互相促进的范本。大家想必也能明白，观察实验的范本当然多多益善。而除了来自圣痕的希尔小姐之外，在我所知范围内，还有一位朋友也具备同样的条件。你是说石之律者？
好嘛，我本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你居然还敢提啊！就为了这个目的，你把我暗算到这里？难道我堂堂10之律者就只能做个备用范本吗？原来他在意的是这一点吗？哦，并不是你想的那样。既然是范本，你这边当然也不会只有一个人了。一开始我的计划当然是像希儿一样，把你和浮华分别带到岩雪圣城和沙铁国度。可是计划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状况，只有10之律者成功降临，而浮华却不知所踪。啥？你……不必担心。虽然我不能确定发生了什么，但正常来说，这次失败的传送不会对他造成任何实质性的损害。至于浮华是仍然留在本真世界，还是被投送去了哪里，以他的实力，我想倒也不会出什么问题吧。哼，确实，那个老古董才不可能被你这种级别的喽啰暗算。所以，你的意思是，老古董没能顺利进入岩雪圣城，也可能和那个唯一的规则有关？不愧是10之律者，立刻就能举一反三。是的，你和浮华之间的差异，你们2人和2位希尔之间的差异，或许就是指向唯一的规则的第一把钥匙。再加上2位希尔从2个世界里感知到的各种异同，我们就有了第2把钥匙。你说的这些的确很有启发，但仅凭这些空中楼阁一般的思路，不要说推断唯一的规则究竟是什么，就连确证它的存在也非常困难。的确，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线索。也就是说，我们只能一边维护世界的秩序，一边开展调查，还真是麻烦。苏珊娜，从刚才开始，你听懂他们在说什么了吗？可不可以给我解释一下？抱歉，我也是一头雾水。啊？你不是他们的同伴，而且还是唯一一位正式女武神吗？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更抱歉了。说不定我们还拥有指向唯一的规则的第3把钥匙，不过不在我手上哦。在我们当中，还有一个人隐瞒了自己知道的线索，没有和大家分享呢。哦，我当然会承担起把大家带入险境的责任，但是谁一路尾随我和普罗米修斯从量子之海来到这个世界？是谁一见面就出手试图刺杀我？显然是携带着某种任务或者使命。是谁在和你们相处的过程中，隐瞒了自己来到这里的真实目的，并且不断把矛头指向我和普罗米修斯？你从未真正亮出过自己的底牌，不是吗？来自量子之海的刺客小姐石羽绮罗。绮罗前辈，如何？你对我的话有什么异议吗？绮罗小姐，请不用客气，尽情反驳。哼，用不着你提醒，我自然要反驳。不过，虽然不想承认，你确实不全是在胡说八道。没错，我隐藏了一部分自己的事情，没有向在座的所有人坦白。自己的事情？原本我还不能确信这些事情和我们所处的2个世界炮有着直接的关联。虽然这么说听起来像是在辩解，我也正想着要怎么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们。
毕竟从进入这座高塔以来，大家彼此都没有多少空闲，对吧？原来如此，没有时间，确实是非常便利和通用的解释。哎呀，请别介意，这孩子一直都是这么谨慎，也不知道是优点还是缺点。我是相信绮罗前辈的。绮罗前辈自从我们进入这个世界泡以来，一直在努力帮助我们，也给了我们许多切实的建议。况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就算本人不想提及他们，也是非常正常的呀。你们……哼，还真是好骗呢。绮罗前辈，这种情况下，难道不是应该3个人感动的抱在一起，赞美彼此间的友情和信任吗？你是不是看太多青春热血剧了，笨蛋？好歹也是独当一面的天命女武神，要学会多怀疑、多思考，可不能一直这么老好人。是，您批评的对。对不起，绮罗前辈。唉，真是的，你们也太信任我这个无凭无据的前辈了。等下次见面，我可要好好问问德丽莎，她是怎么把你们训练成这种样子的。前辈啊，标准的青春热血剧。真是一群有趣的孩子呢。喂，你们那边又是笑又是叫的，发生什么了？别把我们排除在外啊！有好玩的事儿赶紧分享一下。还是言归正传吧。接下来我会把我所知道的信息，还有大约半年前的一些经历，全都告诉你们。不过，我可以假装回避，绮罗小姐。不过你我都知道，这并不妨碍我听到你将诉说的全部内容。算了，既然已经知道你多半不是我的目标，让你听听也无妨。一切都要从一个死掉的世界炮说起。你怎么看，绮罗？比我预想的大约糟糕10倍吧。也就是说，长老这次倒是没有危言耸听，对吧？他确实没有，不如说，他说的已经相当保守了。不过，既然这是我们必须处理的危机，走吧，尼古拉斯。有意思。看来我们可以久违的活动一下了。这些家伙和量子之海里常见的品种完全不同。啦啦啦！放心，他们不是你的对手，况且你还有我的协助。陆川阳，你肉体的强度和韧性又有所提高了，不愧是我的搭档。喂，你能不要在我战斗的时候做身体检查吗？啦啦啦！抱歉，不自觉就……毕竟我们现在不在一起的场合越来越多，让我不由有些怀念过去了。倒也是啊，瞄准你的心脏哦。要换人吗？接住了！啦啦啦！闪开！目标锁定。都解决了，不愧是绮罗和我。你好像也没出什么力吧？怎么样？这附近有其他生命反应吗？稍等片刻。黑糖的心态也就算了，
但人形状态下，你也用同样的动作去探测讯息，还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别在意，别在意，好用就行。原来如此。在我可以探知的范围内，不存在任何在常规意义上可以被称为生命的事物，但这些家伙除外。这些怪物，难道说……没错。虽然形体和结构略有区别，但毫无疑问，和他们出自同源。好耶，倒是跟金平堂长老担心的状况一模一样。金平堂长老一向很守时，今天怎么让我们等了那么久？谁知道呢？不过我听琥珀堂他们说，自从上一次长老使用了蛋卷观星仪之后，他就变得忧心忡忡，干什么都有些魂不守舍。单纯是他年纪太大，又开始杞人忧天了吧？背后说人坏话，可不是好习惯啊，水晶堂。长老，您终于来了。让你们久等了。所以，究竟是什么了不得的事，让我们等了这么久？你的性格还是这么直来直去呢。不过也好，因为这件事本身也非常紧迫，没有时间给我们闲话家常。长老，究竟是什么事情这么急啊？黑糖，水晶堂，我需要你们前往一个特殊的世界炮，去打探一些令人担忧的讯息。是糖果屋需要新的锚定位置了吗？不，那个世界炮和我们一族并无关系，而且它已经处于被毁灭的状态不少年了。不过，这是一趟危险的旅程，我必须把这个任务交给一族中最具有战斗力的人。而眼下，尚在糖果屋待命的战斗特化型休格斯，就只有你们了。去一趟是没什么问题了，不过那个世界都已经毁灭了不少年，这件事真的很紧急吗？很紧急，因为我们发现它，或许发现的太晚了。是你们侦查的结果，这件事甚至会影响到休格斯一族的生死存亡。等等，这么夸张？我绝不是在吓唬你们。毁掉那个世界炮的存在，很可能与我们的宿敌有关。那群可憎而又可怖的天上之人。天上之人曾经摧毁了休格斯一族原始家园的存在。是啊，那群不请自来、不把星球的能源彻底榨干就不罢休的活天灾。金平堂长老叫他们宇宙海盗，我倒是觉得叫他们宇宙蝗虫更合适。明明单独的个体没什么能耐，复制的能力却异常恐怖，而且路过之处寸草不生。我记得休格斯之所以倾尽所有建造出糖果屋，就是为了躲避他们不胜其烦的骚扰。可不是嘛，正所谓发现一只的时候，地里就肯定藏了一窝。不过严格说来，建造糖果屋那应该是金平堂长老出生之前的事。差不多相当于地球上
侏罗纪那时候吧。可这么说，休格斯一族为什么还那么惧怕天上之人？说到底，这已经是那么久远的一件事了。如果天上之人的能力足够支撑他们的野心，他们恐怕早就来到地球并疯狂复制自己了。但这件事竟然没有发生。休格斯一族住在糖果屋里，就应当非常安全，不需要再提心吊胆呢。可我们这不就在量子之海里也发现了和他们相似的东西，而且从另一个原因来说，怎么了？那个方向上似乎有电子仪器发出的微弱信号，与这些怪物的特征完全不同。是这里的文明留下的痕迹吗？不知道，走，我们去看看好了。你刚刚说休格斯之所以惧怕天上之人，还有其他原因？天上之人的身体是一种机械，因此就像我们休格斯原本拥有动物形态一样，他们也应该有一个所谓机械飞升的过程。可是，如果他们在很多年前就拥有如此高超的技术，又何必拘泥于如此原始的方式获得能源进行复制？你究竟想说什么？长老曾说，天上之人可能是被设计出来的，因此才会出现这种文明和技术完全错位的奇怪现象。可是你想，什么样的存在能够制造出一群星际捕食者？这正是长老感到畏惧的原因之一。哎，又出现了！这些家伙很会利用环境啊。抱歉，绮罗，看来我也只有靠近了才能发现他们，没办法提前为你预警。百步穿杨，别在意。相对的，不如下次你陪我练习新曲吧。啦啦啦！你刚刚说了啥？风沙太大了，没听见。目标锁定，瞄准你的心脏哦！表现完美。我们到了，信号的源头就在这扇大门之后。人造的建筑，保留得很完整。我们进去瞧瞧吧。哪里都没有开关什么的，不会只有从里面才能打开吧？小心脚下！欢迎！吓我一跳！这是全息投影。欢迎两位游客小姐来到我们最后的家园——奇迹乐园阿特拉斯。虽然这样的家园还有100来个，哈哈，一点末日笑话。我是你们的向导，阿特拉斯的管理员、电气工程师、综合学科教师、厨师长、理发师、医生和心理辅导师，还有积极乐观的好邻居查特。没错，只要是乐园里存在的职业，都由我通通包办，甚至连我的工资都是由我自己开的，我绝对没有徇私舞弊哦。这人录像的时候肯定喝了个酩酊大醉吧？记录者的个性暂且不谈，通过这段影像，我们或许能知道这个世界炮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
那就要看它究竟有多长了。事不宜迟，就请让我带领两位开始本次的乐园之旅吧。请跟我来。那是维生舱？不，好像更像是某种仿生计算机。看来这个世界炮里的人们至少拥有不亚于地球信息时代的科技水平，或者说曾经拥有。那么准备好了吗，两位可爱的女士？接下来我将为你们呈现的是无疑可以被称为黄金年代的那段时光的珍贵历史记录。迫不及待了吧？那就赶紧按下那边的按钮吧。按钮？啊，是说这个吗？你说的旅程究竟是指什么？迫不及待了吧？那就赶紧按下那边的按钮吧。唉，看来只有试一试才知道了。小心点，绮罗，这家伙的语气莫名让我有些不安。我会注意戒备的。要按了。啊，这是……怎么样，有被这真实感吓一跳吗？我们为这趟旅程准备的全息装置，可是出自最好的虚拟影像设计师劳伦斯之手。虽然劳伦斯在星岩利1955年不幸丧生于萃取机爆炸事故，不过这些悲伤的事情就不提了。欢迎来到煤炭利1182年，我猜你们一定不会讨厌欢呼的人群、喧闹的笑语，还有狂欢游行车上的冰激凌塔，对吧？看来他是用全息影像还原了世界炮的某个历史片段。也就是说，刚刚我们看到的那片死气沉沉的荒芜大地，曾经也有过这般繁荣的景象，令人不寒而栗呢。虽然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宇宙的常态。两位，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加入那快乐的人群，去分享他们的喜悦吧！走吧，看看这里曾经的居民们都知道点什么。你好。你好，两位小姐也是来参加庆典的吗？算是吧。不过老伯，这是在庆祝什么事情啊？不知道庆祝什么就来参加，两位还真是爱凑热闹的客人呐。这是在祝贺星球勘察队找到了一种能取代石油的新能源呐。新能源？对呀，据说这种能源源于一种叫做星岩的矿石，不仅储量惊人，效率极高，而且性质非常安全稳定。很快大家就不需要排队预定汽油了。这么重大的好消息，你说我们能不庆贺吗？这样啊，谢谢您。不客气不客气，你们也要吃好玩好啊。嗨，两位，今天真是最棒的日子了，对吧？是因为星岩吧？能源对你们来说和每个人都有关吗？看来你们就是那种异乡来客吧？虽然人数不多，但偶尔也会出现在这个世界里呢。你说能源重不重要？那当然了，这还用问？没有能源，我们怎么点亮灯光？我们怎么驱动机器？还有，星球勘察队怎么探索新的家园？哦。哎呀，今天这么高兴的日子，就不要谈太严肃的话题了。对了，一会儿游行的彩车会来，两位作为异乡来客，不妨登上去游览一下。
量子之影。等等，这些……无需惊慌，两位小姐，这些怪物也只是影像的一部分。感谢劳伦斯将他们做得惟妙惟肖。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引以为傲的星球警卫队的出场时机了，请欣赏他们保卫家园、守护民众的伟岸之姿吧。喂，你没事吧？啊，我又忘了，这只是过去的影像，你也不可能有事。我没事，警卫队每次都会保护我们呢。警卫队，就是刚刚驾驶机甲的人吗？只要城市里冒出怪物，警卫队的大家就会坐着帅气的机器人来消灭他们。之前我听爸爸说，因为最近星球上的能源不够用了，所以以后就算怪物们出现了，机器人也动不了，警卫队很可能没法用他们保护大家了。不过现在不用担心啦，爸爸说我们又找到了新的能源，警卫队又能保护我们了，就像刚才那样。这样啊。不过你一个人待着还是有些危险，听姐姐们的话，回到你爸爸身边去，好吗？我知道了，两位姐姐再见。怎么样，了解到关于这个世界炮的事了吗？我想算是有所收获吧。首先，这个世界炮，总是这么代指，似乎也有些麻烦，不如我们就称呼它为凋零之星吧。凋零之星在世界炮中算得上是比较完整的类型，不但拥有可观的空间和人口，甚至还具备完整的星球样貌。虽然肯定比地球小了几个量级，另一方面，这里的文明的科技水平已经足以让他们意识到自身所面临的危机。确实，因为世界炮的封闭性，当下能够维持的自给自足，也终有一日会濒临瓦解，失衡崩溃。一般而论，孤立的世界炮终归是无根的浮萍，凋零之星无法依靠自身有限的资源长久的存续下去，恐怕这心眼也有一天会被采掘殆尽吧。能源枯竭，这会是凋零之星走向毁灭的原因吗？不对，如果凋零之星是自然消亡，那么天上之人的造物会出现在这里，就解释不通了。我们还是先接着看下去吧。查特先生，这段记录我们看的差不多了，能麻烦你帮我们播放下一段记录吗？当然没问题。那么接下来的影像记录于星岩历199年。怎么了？没事没事。查特我最大的优点就是积极乐观，虽然总是霉运连连。星岩历199年的记录比较特别，可能会带给观影者轻度的不适。两位，你们确定要看吗？我明白了，那么敬请入览。这里是监狱，也可能是某种地下设施。那是什么？有个人倒在地上，我们去帮他。怎么回事？影像被……那个人不见了。
查特，查特，没有出现呢，是投影装置出故障了吗？难说。哎，看那边，那是星球警卫队的机甲，或许他知道发生了什么。喂，你们怎么还没有去避难？要是03号萃取机也中奖了，在这里要不了半分钟就会被活埋。中奖？你们不是乐园里的居民？这种事就先别管了，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还能是什么事？星岩的萃取机又发生爆炸了。这么说来，之前查特好像提到过。技术上的东西我也不懂，反正你们知道是用来从星岩中提取能量的装置就行了。既然这种装置这么危险，为什么还要使用它？危险的根本不是什么装置，而是星岩本身。对呀，据说这种能源源于一种叫做星岩的矿石，不仅储量惊人，效率极高，而且性质非常安全稳定。等一下，这也太蹊跷了。话说，那个叫查特的家伙如果一直不现身，我们难道会被一直困在这段影像里？唉，去附近找找看吧，顺便看看还有没有别人。这些也是投影吗？小心，这些攻击是真的打到了我们身上。啦啦啦！百步穿杨，目标锁定。看起来，这里的终端似乎不需要特殊权限也能查看。查特，你这家伙跑到哪里去了？为什又消失了？他似乎也想让我们查看一下这台终端。你是说，他们是凭空出现的？是的，博士。至少在昨天，这些星岩还不存在于012号仓库，有至少5位工人可以充当目击证人。但比起这个，还是监控画面更加直观。天哪！正如你所见，博士，这些星岩就这么出现在了本来空无一物的空间里，就在一眨眼的瞬间。这件事需要上报给警卫队吗？不，先不要，让我想想，先让我想想。对，我们需要先做一些验证。我不明白。即使经过了半年的专项研究，那么多的实验，为什么星岩竟然会被如此非科学的、超自然的因素所影响？虽然这也能够解释我们为何在化石能源时代从未发现这些矿石，但这怎么可能呢？星岩居然是因为人们的愿望而产生的。星球勘察队要解散了吗？是啊，
地表的生态环境已经因为频发的星岩爆炸而遭受了不可逆的严重破坏。对连在地面居住都已经成为奢望的我们来说，仰望天幕之外已经成为了遥不可及的梦。孩子，我很抱歉。我知道加入星球勘察队一直是你的梦想，一切都是我们的过错。我们冥顽不化，死死地抓住星眼这棵救命稻草，而放弃了其他的可能性。我们自以为找到了捷径，却没想到反而是将自己困在了死胡同。阿什利博士，您可别气馁啊！虽然没法加入星球勘察队了，但我还可以帮您研究星岩。只要我们彻底搞清楚星岩为什么会因为人们的愿望而出现，还有为什么会在毫无变化征兆的情况下爆炸，我们一定可以。积极乐观一直是你的强项，孩子。不过，请答应我，不要和我走上相同的道路。博士，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星岩的研究，如此一来，我们和我们的星球终能得救。年轻时，我一直坚信着这一点，但当我回顾这些年来的付出，我才赫然发现，我对星岩的了解竟然几乎一点也没有加深，就和研究所里的其余人一样。星岩就像是某个神明的恶作剧的产物，它如此不合逻辑，如此匪夷所思，却又无比真实地存在在我们面前，让苦于能源的我们只能饮鸩止渴。我不明白，孩子，我真的不明白。我感觉自己被某种看不见的墙挡在了真理的门外，而那恶作剧的神就在里面嘲笑着我。博士，你没事吧？我没事，好孩子，听听我这个老人家的劝告吧，不要去追寻那虚无缥缈的星眼了，去找欧文博士学习智能系统的相关技术吧，或者跟着弗雷德博士实习，了解一些地下庇护所的知识。阿特拉斯也即将动工了吧？努力抓住一些你能抓得住的东西吧，查特。刚刚那些似乎是凋零之星上的星岩研究者留下的一些记录。看来，这种叫做星岩的物质，并不像它刚被发现时人们认为的那样具有安全性，而是会无缘由的发生爆炸。之前看到的那种末日一样的星球地表，原来是因为这个才……可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凋零之星的人还要继续使用星岩当作能源？这不是自寻死路吗？恐怕他们也没有选择。如果不使用这种诡异的矿石带来的能源，他们的世界也会因为能量凋敝而消散。刚刚那位女性研究员说他们是在饮鸩止渴，可谓是非常贴切的形容了。没错，除了使用这些不知道哪天就会把我们通通炸死的狗屁矿石，我们别无选择。查特，啊，不好，你居然在两位女士面前使用了如此低俗的词语，请原谅我。查特，我有一些问题想要问你，而且如果可能，我们也想帮助你和这颗星球上的幸存者。你很善良，来自星外的漂泊者小姐。虽然我觉得你们的出现对这颗已然死去的小小星球来得太晚了一些，请跟我来吧。这次你又想要给我们看什么？这颗星球尚且存活时的余晖，我们
用您的话说，凋零之星上的人们的最后一天。时间将回到新延历199年的最后一个傍晚。对了，让我把我的好邻居们都请出来吧。他们是和我一样，他们都曾经是地下庇护所阿特拉斯的居民。为了取代无法居住的地表，我们建造了上百个这样的庇护所。同时，庇护所的特殊结构也能将星岩爆炸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至少设计意图是这样的。不过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任何材料能够抵挡住星岩爆炸的冲击。那种力量，对，我想将之称为命运的洪流也不为过。哈，其实我并没有特地描述它的必要，因为两位很快就能看到这一切了。喂，你们怎么还没有去避难？要是03号萃取机也中奖了，在这里要不了半分钟就会被活埋。你们有谁看到了我的孩子？艾伦，艾伦！快看紧急联络！乌拉诺斯的中央萃取机刚刚也发生了爆炸。还有福伯，到处都在爆炸。别推我，滚开！我早就告诉你们，星岩是诅咒，是神罚，这一天终于要来了。我们得赶紧去避难！你们没听见警卫队的话吗？去哪里避难？到处都是该死的星岩仓库和萃取机。去地下，更深的地下。如果这些爆炸产生连锁反应，那就……这是星岩历199年最后的一个傍晚，17时11分，距离星岩历200年只有不到7个小时的时候，凋零之星的101座地下庇护所的星岩萃取机和星岩仓库，有98%在进入17时后的10分钟内发生了爆炸。爆炸在地下汇聚，如同火山喷发般，在瞬间摧毁了几乎所有的庇护所，将当中的一切气化，并以不可阻挡的势头掀开了星球的地表。当这一切结束之后，凋零之星如你们所见，变成了现在的样子。世界泡的非自然死亡吗？说到底，这个星岩到底是什么来头啊？我可从没听说过量子之海里还有这么危险的东西。刚才的记录里有提到，星岩是由愿望产生的，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就是字面意思。能说的再具体一些吗？假设一座地下庇护所里的所有星岩储备已经快见底了，各种设施都因为缺少能源而即将停转。在这种情况下，当这座庇护所里的人们第二天打开星岩仓库，大概率会发现他们的库存已经得到了补充。星岩确实会凭空出现？怎么可能？就算是在量子之海，这种事情也太蹊跷了。给定条件的无中生有，这根本不符合概率学，倒不如说更像虚数测的虑者全能。查特，现在庇护所里还有星岩的储备吗？喂，绮罗，你不会是想……如果能带一块回去给长老他们看看，或许……很遗憾，当大爆炸发生之后，这个星球上所有的星岩就好像一并充当了爆炸的燃料那般，全都消失不见了。它们就和煤炭纪元结束时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时一样，又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等等，你为什么这么确定？或者说，你究竟要怎么查明星岩全部都不见了？查特，你并不真的是之前我们看到的和阿什利博士在一起的男孩，对吧？从时间上来看，你也不太可能存活到现在。而且，阿什利博士提到过，
你们拥有与智能有关的技术。你很敏锐，尤克小姐。我的确是伟大的查特博士用自己的人格数据制造出来的分身，只有这样，我才能代替他继续在这个残酷的世界守护幸存者们。但是，如你们所见，这颗星球上已经不存在什么幸存者了。我很抱歉。抱歉？不，你无需感到自责，尤克小姐。在你们到来之前，我已经丧失了自己存在的意义。但此时此刻，我才知晓命运为何唯独让阿特拉斯的信息统合系统在灭世之灾中存留了下来。这是什么声音？两位，沉重的话题还是就此打住吧。毕竟今天可是无比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天。在大爆炸发生的167年后，阿特拉斯终于迎来了2位新的居民。居民？你该不会是在说我们？那个，虽然我们确实同情你了，但是我们可没有在这里住下去的打算。不，往日的阴霾已经过去，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星球重拾辉煌的年代。启罗，他的样子有点不对劲。和刚刚袭击我们的家伙一样。总之得小心一点，被他们打到可是真的会受伤。技能系统前置清除模式。目标锁定。百步穿杨。目标锁定，瞄准你的心脏哦。要换人吗？让客人们停止舞蹈。看来他已经没有库存了。趁现在想办法离开这个全息空间吧。是之前看到过的男人。这个人难道对查特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他的身边，这是和查特一模一样。恐怕这才是真正的查特博士吧。我们回来了。喂，启洛，你去哪里啊？等等我！准备回糖果屋了，尼古拉斯。我们在这个世界炮已经没有什么能做的了。长老，长老，我听得见。
你先别吵。可自从听了我和绮罗的报告，你已经沉默了快10分钟了。姿势体大，怎么能不好好思考啊？这也不算有什么事吧？虽然凋零之星上是有一些类似天上之人的生物，但是它的灭亡和天上之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而且他们本身也灭亡了100多年了。实话说，我都觉得自己白跑了一趟。你这个傻瓜，看事情怎么能只注意表面？你就不觉得那导致世界衰亡的星年有问题吗？长老，星岩是某种武器吗？哦，看起来你看的倒是比黑糖这家伙深一层吧。不过，倒也不够深入核心呐。武器？不，这还算不上他的武器。他？如果我告诉你们，像凋零之星这样被摧毁的世界炮还有很多很多呢，不是出于自身的损耗，也不是因为量子之海的无常，而是被一股无形的恶意所抹除。那恶意被巧妙地隐藏在规则之下，看起来甚至近乎天理，近乎自然。如果我告诉你们，这样的事情从过去就一直在某些维度里疑似发生呢？那股恶意就是他，可是他究竟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甚至不知道他有没有名字、形体或是思想。我们光是在海的斑驳中一瞥他的掠影，都已经是如此困难。长老，这究竟是量子之海真正的深渊。锁。啊，我讲完了，以上所有就是我偷藏的底牌。休格斯一族和星际捕食者天上之人，死掉的世界炮凋零之星，还有量子之海的深渊缩。信息量太大了，稍等一下，我做个笔记。你怎么看，普罗米修斯？在叙述的过程中，目标是与绮罗的呼吸、心跳、血压和皮肤湿度都没有出现指数异常。我推测他有92.6%的几率是在说真话。不过，即便如此，他说的内容依旧像是天方夜谭。是吗？我倒是觉得有点意思。大崩坏之后，世界变得太和平、太无趣了，也该来点外星人入侵之类的刺激了。你先闭嘴！唉，看，尽是些说出来也很难让人相信的内容，对吧？如果不是情况已经到了不得不说的地步，我本来也不想给你们徒增混乱。不过，绮罗前辈你说的这些可怕的事情，和岩雪圣城、沙铁国度这2个世界炮的状况有什么关系吗？根据金平堂长老所说，凋零之星的现象，世界炮的非自然或者说过早的衰亡，并不是个例。长老通过大量的观察发现，现在的量子之海中，这种异常的世界炮正在变得越来越多。你是在怀疑这里黑与白的2个世界炮也出现了这种异常？
没错，实际上就是因为长老看出了这种苗头，我才会只身来到岩雪圣城，打算查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你的那位名叫尼古拉斯的同伴没有跟你一起来吗？休格斯一族是谨小慎微的种族，啊，我自己肯定算是个例外。不过从历史的视角看，也正是这种谨小慎微的特质，让休格斯得以延续至今。金平堂长老态度坚决，不愿意让族人以身犯险，尼古拉斯当然也只能听从他的命令。哦，那你是？我是偷偷溜出来的，怎么不行吗？啊，凋零之心的惨状，我可不想在其他世界炮里再次目睹了。绮罗前辈，总之，如果真的有某种意志在催化世界炮的衰亡，如果说是确确实实存在的，那么我必须尽快将其扼杀。这个念头在我脑海中一直挥之不去，让我坐立难安，于是我就出发了。希尔、苏莎娜，看来我也没有资格说你们呢。绮罗前辈，太帅了！原来如此，所以那时候你才会想要刺杀米斯特林。你误将他当成了梭的使徒。谁让他的非人气息那么浓重呢？想不让人觉得可疑都难。还有，你们当时不是在胁迫那个旅店老板吗？哼，你俩一看就不像是什么好人。唉，被绮罗小姐这么评价，就算是我也会伤心的哦。我们只是在友好的询问问题而已。哼，我第一个不信。连我的评价也被牵连了吗？我们还是回归正题吧。绮罗小姐，按照你此刻坦诚的说法，我们身处的这两个世界炮也处在一种被人为修改了某种规则的异常状态。没错，两个世界炮在空间上的反向对称，沙铁国度的精神体拥有在岩雪圣城生活过的记忆，以及米斯特林所说的两个世界的融合，这些都是异常的体现。可是，我们在谈论的并不是本真世界，在像世界炮这样本身就具有特殊性的空间中，荒诞也可能是一种合理。我明白你的意思，博士，你是想说，或许这些现象在世界炮内原本就存在，它们只是这里的常态，对吗？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我原本也有这种怀疑，但是金平堂长老的观测是以一段很长的时间为周期。早在本真世界人类的文明刚刚重建之时，他就已经观察过这里。托他老人家长寿的福，我得以知晓了一个事实：原本在这个坐标上只存在一个世界炮。啊，也就是说，岩雪圣城和沙铁国度，其中一个世界炮是在那次观测之后才形成的。一个世界炮变成了两个，难道另一个是长出来的不成？最让人费解的还不是这点，金平堂长老还发现，不仅世界炮的数量增加了，这两个世界炮的能量指标也增加了几乎1倍。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并不是原本的世界炮分裂成了2个，而是有一个完整的世界炮凭空出现了。你说的对。奇怪，这完全违背了能量守恒的规则。确实，即使是在光怪陆离的量子之海中，也很难想象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这种现象。没错，而且这种现象在我刚刚为你们讲述的故事里还曾经发生过一次。绮罗前辈，莫非你是指凋零之心的人们发现的那种叫做心炎的能源？根据我和尼古拉斯在凋零之心找到的资料，那个世界炮中的人们在他们的煤炭历1182年前从未发现过那种叫做星岩的物质。但是就是在那一年，当他们即将用完所有可用的化石能源时，这种矿物却在地底被大量的发现。哼，这未免也太巧了吧！而且，这种物质内还包含了大量的能量。原来如此，又是能量的无中生有吗？等等，我大概懂你的意思了。凋零之星是忽然出现了一种可疑的新能源矿石，
然后那个星球就在这种矿石引发的大爆炸中毁灭了。而黑白世界泡则是本身就由一个变成了两个，然后就开始了原因不明的融合，这样下去也终是难逃灭亡的命运。你是想说这两者在某些方面很相像，对吗？从突然的增值走向必然的毁灭，也就是说，如果被休格斯一族称为缩的存在的确影响着这些世界泡，那么能量的流向就是这当中的规则。不过，先不论规则如何，光是制造足以毁灭世界的炸弹，亦或是制造一个全新的世界泡，也需要莫大的能量。这种能量的量级，甚至可以轻易超越大部分精力羽化的律者个体所能够输出的最大功率。而要在复数的世界泡中完成这种壮举，能做出这种神迹般事情的存在，我能想到的就只有中烟之茧，对吗？喂喂，怎么越说越玄乎了？难道在量子之海里也接触了一个茧？得，要真是那样，我倒是不怕啊。但你们总不能再感知一个 Kiana 出来吧？那个，怎么了，希儿？如果说真的为岩雪圣城和沙铁国度制定了走向毁灭的规则，那这里的人们，应该都无法存活下来吧？喂，我们这里还站着个 Vita 呢。我只是在实话实说。如果梭真的有修改世界泡规则的全能，拥有足以匹敌茧的力量，那这两个世界注定会走向毁灭。除非……薛定谔博士，你有可以拯救两个世界泡的方法吗？刚刚米斯特林提到中烟之茧，让我意识到了一种可能性。不过，这很难称得上是具有多少可行性的方法。这个方法以前也曾经有人用过，所以倒不至于说完全不可能。我说，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吧。我正在说，你不要急。我所说的方法，是指我们可以像幽兰戴尔一样，尝试将世界炮锚定到外部的点上。当然，现在的我们并没有圣剑的协助，但理论上的确有另一种存在，能够比前文明的空间武器更好地保证自身作为点的稳定性，那就是律者。啊，我这么有能耐，怎么我自己都不知道呢？不，你不行，或者说，至少现在的你不行，不然我也不会说这很难称得上有多少可行性。你的律者核心是茧在本征世界中投射的不动点，因此也只能在本征世界中提供我所说的那种稳定性。在这边，你也需要像黑世界居民一样接触月岩，就是这种情况的一个例证。所以，想要复刻幽兰戴尔拯救世界炮的方式，我们所需要的律者全能，或者超越于一切维度，或者完全独立于本征世界。换言之，对我们来说真正有用的，恐怕只有与简等价的 Kiana 本人，又或者一位诞生自量子之海的律者。可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对吧？得了，一直这么空想下去也不是办法。照我说，只要稳定住当下的局面，那个什么梭的事情，大可以以后再慢慢研究。
虽然希尔用高塔贤者的全能暂时稳定了世界炮的结构，但是融合还在进行。这的确有可能是梭一开始就植入了岩雪圣城世界炮的规则。若事情果真如此，我之前说的3把钥匙，他们所打开的或许是一扇地狱之门呢。哎呦喂，咱可别长吁短叹了。石头博士，你刚刚说过，我们理论上有可能将2个世界以锚点固定，并发射回本征世界，对吗？理论上有可能，就像幽兰戴尔做过的那样。不过，如我所说，我们必须首先保证点的稳定性，否则贸然模仿不过是一种毁灭世界的自杀行为。我知道，所以你想要来自量子之海的律者全能吗？不过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家之前不是反复提到了另一种全能吗？那个能不能用？另一种全能？时之律者，你难道是指？嗨，那还有什么难道啊？不就是你现在继承过来的这个贤者吗？虽然不是律者，但他好歹也是来自量子之海的全能吧？贤者的全能与本征世界的律者全能并无可比性，也无法构筑起数学意义上的不动点。等等，薛定谔博士，究其根本，我们是需要将2个世界炮自身稳定住，以避免它们在相关的操作中被量子之海本身侵蚀，对吗？是的，所以在这个世界的范围内，我们需要一个数学意义上的不动点。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或许已经找到它了。因为我们面前的这2个世界当中，的确存在一根永不变异的主轴啊。等等，难道说……原来如此，这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了。就是因为它过于显而易见，反而几乎被大家忽视了吧？你们怎么都明白了呀？那个主轴究竟是指什么？拥有高塔贤者的这座巨塔，从方方面面来说，对这2个世界而言都处于永恒不变的位置。它或许可以天然成为锚点的基础，对吗，博士？这值得验证。不过讽刺的是，这可能意味着高塔本身也是因为所植入的规则才诞生于此，而我们却不得不利用这点吗？哼，简直就像在本征世界对抗崩坏的时候一样呢。哎呀，那古话怎么说的来着？大行不顾细节，大礼不辞小让。不管怎么说，点的问题看来有希望能用轴来解决。很好，那我们就先……你还是高兴的有点早，时之律者。啊？又怎么了？在幽兰戴尔的例子中，我们先天就拥有一个能够整合世界炮结构的装置，能够把一切内部空间信息相对轻松地汇聚于一点之上，进而完成繁衍。但此时此刻，高塔应该并没有从这个意义上完全掌控黑白世界。我说的对吗，米斯特林、普罗米修斯？的确如此。不过，我也有一个猜想。希尔，你能试着集中高塔贤者的全能，感知世界炮中的空间能量最为集中的地方吗？借助卫灵仪式的方法，应当可以做到。我试试看。的确，我现在能感觉得到，就像是黑暗中的萤火虫，有几个很特别的光点。我想我能找到它们的位置。这些地点或许就是整合一切的关键，它们是卫灵仪式的关键节点，也是保证贤者的全能可以覆盖整个世界的重要枢纽。有道理。不过，如果想复制幽兰戴尔的壮举，我们还需要寻找至少一组能够和本征世界接续的空间坐标。通俗的讲，
就是要找到能够回到本真世界的路线。在当年的事件中，这一点通过空间信标格尼乌斯得以自动解决，但现在我们可能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去达成类似的效果。这个好说，希尔和我在量子之海里曾经潜游过很长时间，自主定位本真世界的事也曾经为了布罗尼亚真的做过一次。啊，这个我知道，是和海原之眼有关的那次，对吧？希尔，苏珊娜，我现在恐怕暂时做不到那些。自从进入这个世界泡以来，我在量子之海中的感应能力似乎就无法发挥出来了。这个世界好像一直在自动屏蔽我在这方面的直觉，而且从现在的情况来说，我也不能随意离开高塔。说不定是因为你和高塔贤者间的潜在联系，导致你也同样受到了规则的制约。毕竟梭如果存在，他肯定不愿看到有人能带着他的世界逃亡。这么说来，我倒是有一个人选。那边的前世界蛇干部怎么样？他不是很擅长从量子之海里面伸出魔爪，绑架本真世界的人吗？现在是你发挥才能的时候了。的确，我之前的考虑多有不周，害得大家陷入了当前的困局。我会多加反省，并承担起责任。哼，你现在倒说的好听。关于这点，他说是要承担责任，但恐怕还是会让你们的期待落空。米斯特林确实拥有操控空间的能力，但他并不像空之律者或者千界一城那般万能。就拿我们在量子之海的旅行为例，他必须利用世界泡之间的相对位置以及对异种圣痕的感知来判断大致的方位，并将异种圣痕本身作为借力的信标使用。就这？那他是怎么把希尔掳过来的？还有你自己。好了好了，提这个做什么？又不是事情的重点。那个啊，纯粹是靠我不断的尝试，我往本真世界的大致方向不断制造和输送能够通往量子之海的裂隙。当然，只有满足特定条件的目标才能进入。简单来说，就像是不断尝试一台抓娃娃机。还好我运气不错，成功抓到了2只。啊，不对，3只。不对，抱歉，作为过错方，我不应该这样举例。如果不是隔着一个世界泡，我现在就让你见点血。讨厌，打起来打起来！冷静，你们别把我的载体给捏碎了。那我们现在还有办法回去吗？以目前的情况而言，很难讲。而且，根据你们的说法，我制造的裂隙出现在了长空式的虚数起点附近。如今看来，这本身也可能和梭的影响有关。等等，反过来说，啊，确实，影响。喂，你又要去哪里？寻找本真世界坐标的事，就交给我来想办法吧。你们只要把基本锚点连接到轴上，构筑起可用的世界级锚点就好。基本锚点，世界级锚点，什么意思？啊，人走掉了。他应当是指希尔通过卫灵仪式感知到的实际节点，以及目前还不存在的能类比于幽兰戴尔体内的那种可以控制整个世界的锚点。如前所说，贤者和高塔在这个框架下可以临时起到幽兰戴尔本人和圣剑的作用。而长远来看，只要回到了本真世界，我们就能得到基安娜他们的帮助。逻辑上倒是通顺，但我总觉得这里面还是有坑。是啊，
谁知道他又会想出来什么自认为无害的鬼主意？不，既然他打算一个人去做准备，恐怕……诸位请放心，我相信他已经充分吸取了之前的教训。真的吗？不管怎么说，他好像确实胸有成竹。希儿，你不会……也是。如果不相信这个莫名其妙的女人，我们好像还真要坐以待毙了。所以，试着去相信她也没有什么坏处，不是吗？唉，谁让这件事的当事人是希儿呢？谢谢大家愿意信任我们。别自作多情，我们不是信任你，是信任自己的判断。没有关系，大家能达成一致就好。为了计划的严谨性，我提醒大家一句：你们那边有位同伴，似乎还一直没有发表明确的意见。哎，你们怎么都看着我呀？你们刚才讨论的事，我好像也没有什么发言权。说到底，我只是一个平民，除了平常运气或许好一点。怎么会？快停下！我来帮忙。哎，对不住了，速战速决。咻咻！和我一起战斗吧！是是是。Vita，你没事吧？还好，我没什么别的长处，就是反应还算快。抱歉，这些高塔贤者留下的神识，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之前好像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呢。啊，确实，我们第一次来到岩雪圣城的时候，维塔也被一群神使袭击了呢。啊，那是……神使是贤者全能的一部分。一般来说，没有高塔贤者的命令，神使绝不会自动攻击无辜的人。至少在我和米斯特林逗留的这段时间内，从来没有岩雪圣城的居民遭他们袭击的报告。神使，他们好像在警惕着 Vita。为什么呀？维塔他不是遵纪守法的圣城居民吗？之前我们这边的沙士倒是试图攻击过身为平民的鬼火，不过当时这些鬼火正沉浸在我的幻境里。或许这就是原因，因为这些鬼火相当于被我控制，违背了贤者的规则。很有可能。沙士与神使是二元一体的存在，他们必然有需要这么做的理由。使者大人，瞧你说的，我确实是善良无辜的圣城居民啊！对了，一定是这样，神使也像小柱和城里的那些机器一样，是由使者大人你开发的软件来控制的，对吧？一定是程序出现故障了，把我误认为了敌人之类的。不，神使并不是由我制造的机械，我刚刚说过，他们是高塔贤者全能的显现。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在撒谎。
绮罗小姐，虽然我一直觉得你很可疑，不过直到刚才，我才确信你果然有所隐瞒。我记得你曾经说过自己并不知道什么是人工智能，对吧？对了，你们初来乍到，还没有见过他吧？这是小柱。啊，我不是在问他的名字，如果我没理解错，这应该是人工智能吧？人工智能？我还是头一次听人这样形容小柱。既然如此，你怎么会如此了解他们是借由程序操控的事实？啊，确实，这一路上我们都没有进一步讨论过这个话题，所以维塔也不会是从我们的谈话中了解到的。也就是说，啊哈，看来是无话可说了呢。自称岩雪圣城居民，甚至拥有识别代号，维塔，你究竟是什么人？既然暴露了，那就没办法了呢。怎么说呢？我也不是真想这么干啊。这家伙是破罐子破摔了吗？不是真想这么干，又是什么意思？啊，抱歉，我是想说，没办法，时机确实非常不凑巧。什么凑巧不凑巧的？你倒是说啊！是啊，你刚刚也听过我的故事了，现在该轮到你来讲述自己的故事了。同意。至于你是否具有恶意，我们会在听完后进行评断。因为之前大家已经讨论了很多，所以我的故事倒是讲起来很简单了。简而言之，我确实不是这个世界炮里土生土长的居民，只是恰巧在使者大人颁发识别代号的时候，就已经生活在了圣城而已。而我的上一个家乡，你们刚刚也已经有所耳闻了。就是刚刚绮罗讲述的那个被毁灭的世界炮——凋零之星。什么？喂，你可别信口开河，那个世界都被毁灭100多年了。看吧，我就知道现在这个时间点说出来，肯定会被你们认为是在胡说八道嘛。不过，我真的没有说谎。绮罗你们遇到的查特博士，他也是我的朋友。我说，你不是顺着我的故事在编吧？我知道，空口无凭。对了，刚才你说查特博士有一张没写完的纸条，上面写着一句格言，对吗？是有这么回事，不过那句格言是不是永远对明天心怀希望，永远做好每一天的自己？我以为永远对明天心怀希望之后写的是永远积极乐观。等等，我好像没对任何人说过他的纸条上究竟写着什么，而且那支笔上的 V， 所以维塔，你……很抱歉，我只能用这种方式尝试重新赢得大家的信任。星岩离199年最后一个傍晚，大爆炸来临的不到1个小时之前，那同时也是新星球勘察队的第一次起航。新星球勘察队？是的，查特博士从来没有放弃过寻找未来与可能性的希望，他就是那样的人。查特博士和阿特拉斯里的其他几位科学家一直在秘密制造能飞离凋零之星的航行器，而我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恰巧就是最初被选中的船员之一。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天我看到的景象。凋零之星，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在瞬间就被大爆炸的火光淹没了。那些曾经带给我们温暖和希望的光，星岩的光芒，此时却成为了不祥而可怖的幽冥鬼火。因为事出突然，
除了正在航行器上进行维护的我，其他人都没来得及登船。那一刻，我知道，我再次失去了自己的故乡，又成为了孤立无援的漂泊者。后来，经历了漫长的漂流，我幸运地来到了这个世界。我的航行器坠入了岩雪圣城外的荒野。岩雪圣城的居民们接纳了我这个来历不明的外乡人，把我当成他们的家人朋友一样看待，让我非常感激。从那以后，我就决定在这里安稳地生活下去。直到后来，我遇见了你们。至于神使为什么会袭击我，我猜测，恐怕是因为他们能看出来我原本并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本能地对我有很多提防，想要确保圣城的安全吧。虽然这样追问或许有些无理，你刚才说自己再次失去了故乡，也就是说，你原本也并不是凋零之心的居民，对吗？是的。不过，再之前的故事，我可就真的空口无凭了。比如说，最初孕育了我的世界，并不是地球。无论岩雪圣城还是凋零之星，他们也都不算地球吧？我不是这个意思。比如说，对各位而言，查特博士、卡伊爷爷、伊斯奶奶、潘卡叔叔，他们都是世界炮的居民，并不属于所谓本真世界，对吧？怎么，你想说你不是这样？我的情况的确与他们不尽相同。用你们的语言来说，我想，孕育了我的那个世界叫做金星。金星？难道是太阳系8大行星里的那个金星吗？我们的文明在很久之前就被崩坏摧毁了，那时我们还没有任何星际航行的能力。作为幸存者，我在量子之海的深渊中不知度过了多少时光。不，仔细想来，那种环境里原本就没有时间这样的意义。总之，在外部的世界不知过了多久以后，因为一次极其偶然的机会，我从金星附属的空间中跃迁到了你们地球附属的空间里。与我们那边不同，你们的文明似乎极其繁盛，在漫长的时光中孕育了无数投影。在旅行的途中，我曾在某个帝国的都城见证了世界的轮回，也造访过由可爱的人偶们主导的迷你世界。当然，也有像凋零之星这样的悲伤故事。我记得之前你们很诧异，为什么我会觉得岩雪圣城的大家都很有趣，为什么我会喜欢这里所有的人。我想，或许正是永远失去了故乡的人，他们会额外珍视自己的新邻居吧。维塔，刚才在薛定谔博士的启发下，我们得出了一个拯救岩雪圣城和沙铁国都的基本计划。那么，与他同为量子之海漂泊者的你，能够从这个角度上为大家提供什么额外的帮助吗？这倒是有些令人头痛呢。虽说查特博士的航行器至今还沉睡在圣城郊野的荒原上，但我们也根本没法指望它能重新起航，在量子之海中帮助大家。啊，对了，干涉仪。干涉仪，那是什么？啊，使者大人原来不知道吗？就是一种可以植入人体的纳米计算设备，可以对短期未来进行穷举演算。原理据说是对指定空间中所有可以选择的历史进行历史求和。
对，好像是这样说的呢。博士，你也很了解干涉仪吗？准确的说，数十年前，爱迪生小姐曾在我的面前使用过这种设备。不过，普罗米修斯，作为前文明最强大的人工智能，你竟然完全不了解它吗？我很意外，你为什么觉得我会了解这种听上去只在理论上存在的设备？如果有机会，我倒想取一个样本，好好研究一番呢。也许等我们拯救世界之后，你可以检查检查我的身体。我是还在金星的时候就被人将干涉仪植入了体内呢。这么说起来，维塔之前说自己运气比较好，反应比较快，难道就是因为这种来自金星的技术吗？好像是这样呢。所以，维塔，你能控制自己体内的干涉仪，帮助我们进行一些特定的计算吗？我不敢打包票，但如果有办法在我的体内植入一些程序插件，或许它也能够被当成量子计算机使用。如果你不介意，我们现在就可以进行这方面的尝试，它会对我们之前讨论的计划很有帮助。那真是太好了。等等，要现在就开始吗？普罗米修斯的行动力突然变得好强。哼，看到这世上也有他完全不了解的东西，还挺有意思呢。不过，黑白世界的情况每分每秒都在持续恶化，我们也不能一直只是谈论道理。正如之前所说，为了将双生世界炮连接至本征世界，从而避免他们走向不可逆转的毁灭，我们必须立刻展开行动了。苏莎娜，是，我发现你似乎一直在做笔记，能向大家重新总结一遍我们的计划吗？由我来吗？你是一个认真刻苦的孩子，没有问题。是啊，自信一点，苏珊娜。那我就班门弄斧了。那么就由我来总结一下本次的行动方针和人员分工。本次行动的主要目的是将两个世界以锚点固定，并发射回本征世界。最终，借助皮亚娜的力量，两个世界炮将获得稳定的结构，摆脱自身注定毁灭的命运。为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找到分布于两个世界内的若干基本锚点，然后将它们连接到轴，也就是这座贤者高塔上。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构筑出世界级锚点，也就相当于获得了能够牵动两个世界炮的牵绳，对吧？没错。那么接下来就是人员分工，我先说岩雪圣城这边。首先是希尔，因为他不能离开高塔太长时间，所以主要负责利用贤者的全能为我们定位基本锚点的位置。交给我吧，这的确是只有我能做到的事。接着是11绮罗前辈，前辈会打算尝试联系伙伴尼古拉斯和休格斯一族吗？虽然我对金冰堂长老的勇气没抱太大希望，但如果能得到他们的帮助，一定可以让我们事半功倍。换一个角度说，做这些联络并不麻烦，大家可以把我当做机动人员来安排任务。好的，这些我都记下来。然后，是我自己，我会尽可能承担所有的杂物，还有记录工作。大家有什么需要，请尽管开口。之后是普罗米修斯小姐，我的任务就是为你们提供情报支援和状况分析，和往常一样。那接着是，普罗米修斯小姐，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我也很惊讶呢。他几乎在一瞬间就完成了对干涉仪的检查，还帮我植入了可以更有针对性的应用它的插件程序，真是太厉害了。总之，我已经准备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啦。丑话说在前头，我们可还没有完全相信你刚才那套说辞。啊，绮罗真是严格呢，明明我又补充说明了各种各样的细节。不过没关系，我会用行动证明自己的。你确定自己能帮上忙吗？它的确很有用，稍后你们就能发现。那我们接着来看米斯特林小姐。米斯特林已经在独立行动，她肯定有自己的想法。从以往的经验来说，我们可以先不用管她，最后总会殊途同归的。好的。那么刚才我们也一并盘点了维塔。好，接下来我就开始帮大家梳理沙铁国度的情况吧。哦，终于来了呀！我都快等得不耐烦了。另一位希尔小姐，因为和希尔同为新任贤者，所以那边的基本锚点就麻烦她来定位了。哼，小事一桩。这边的居民都是鬼火，论起逃跑和避难，肯定比你们那边的大活人强多了。接着是小石。哈？等一下，你怎么也叫我小石啊？你算老几啊？对不起，我是听天命的前辈们说过，可以这么称呼你。算了，看你记了一堆笔记也挺辛苦的，这次我就不计较了。听懂了没？石之律者女士的任务是清除连接锚点的途中可能出现的阻碍，比如量子之海的怪物。那边的世界里，你们没有普罗米修斯他们可以作为外援。石之律者，你身上的责任也许会很重。嗨，这不是很合理的任务分配吗？毕竟从战斗力来说，我还是比在座的各位高上几个档次的嘛。原来如此，也就是做打手了，确实是很适合你的工作。哎呀，仔细一看，我眼前好像就有一个途中可能出现的阻碍呢。要试试看吗？大家请友好相处，不然我们可没法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哪里不友好了？最后是薛定谔博士。我还是会如同之前一样，担当两个小组间进行交流的介质，为大家拓展信道，并同时提供建议。那以上这些就是我们根据现状拟定出的全部计划了，没错吧？你总结得不错。时间紧迫，我们这就开始行动吧。所以，要开始了吗？我们开始吧。没问题，来吧。万众的信仰与无私的心灵，只会催生出必然凋谢的花朵。它的芬芳固然纯美，可若是想要嗅闻，就得做好直面死亡的准备。
别担心，希儿。高塔隔绝了世界炮崩溃对我产生的大部分影响，我一切都好。你不需要专门安慰我，我知道你在承受着什么。我真的没有勉强了，非要说起来，目前的这些状况比我们在量子之海里迷路的时候还是要强很多呀，而且还有这么多人都在互相帮助。那倒是。更何况，这个世界还有我的未来，可还都握在你的手上呢。接下来就靠你了，另一个我。笨蛋，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放心吧，希儿，我们会解决一切的。我会保护你，就像以前的每一次那样。好多怪物！之前发往休格斯的求救通讯，甚至没有收到回复。莫非这个世界的边界，总不会是长老他们也遭遇了什么吧？不，还是先离开这里再考虑这些吧。眼下只能靠我们自己了。想要完全绕过敌人的活动范围，多少有些不切实际。苏珊娜，这些敌人你能应付得来吗？我当然会努力。没关系，苏珊娜，就像平时训练的时候那样。麦克风测试，嗨，能听到吗？小声点儿，那些怪物对声音很敏感。还有你，维塔，你是生怕我们不被敌人发现吗？抱歉，好久没有用过科技含量这么高的通讯工具了，不由自主就有点兴奋。你这家伙，明明1天之前还装成一副完全不了解人工智能的样子。那个是为了完全融入这里的生活，避免自己在不必要的角度上过于显眼嘛。好了，言归正传，接下来希尔会进入卫灵模式，专心跟踪基本锚点的实时状态。而我则会根据希尔提供的线索，通过对短期未来的穷举演算，帮你们划定他们的地理坐标，并且操纵巡航机器人进行指引。也就是说，基本锚点的位置本身也会波动。不过他们在每个波动位置上都会停留一段时间，所以在短时间内还是可以当作静止不动的存在。考虑到效率，我会尽量选择敌人分布少一些的路线，你们要小心别被他们发现哦。看到小薇了吗？只要跟好他就可以了。小薇，我记得他明明叫小柱，不过既然他现在受我操控，当然要跟我姓啦。可你也不姓 V 吧？别在意这些细节嘛。第一个锚点的位置就在这里啦。这里什么都没有啊。锚点本是大家对于一类特殊空间结构的范畴，属于更高维度的存在，于自然状态下不可见才是正常的。不过没关系，你们只要在心底虔诚的祈愿，希尔就能用贤者的力量将它们转化为现实中的存在哦。原来如此，贤者的全能还可以这样使用啊，有点像理之律者呢。那
苏珊娜，就由你先来试一试吧。交给我吧。希尔，不，伟大的贤者，请为我们将锚点转化为现实的存在，让他们能够与高塔相连吧。啊，好厉害！真的就是凭空出现呢。这还真是有趣。我用机器人记录了刚才的全过程，即便以再小的时间单位观察，都无法看到锚点被构造出来的过程。没有过程吗？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说实话，我也有些搞不清楚。当我在内心深处感受到你们的祈愿之后，力量就会不由自主地流向你们所祈愿的对象，简直像是本能一样。恐怕这也是世界炮机制的一部分吧。只要有人祈愿，就能无中生有。还好高塔贤者的全能现在掌控在我们自己手里，不然万一有人祈祷什么世界快毁灭吧，然后贤者又稀里糊涂地表示同意。别说的这么可怕嘛，就算是前一任贤者，不也有很强的个人主见吗？不过啊，这么好玩的能力，如果不是在现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一定会有很多有趣的用法吧。可贤者的能力也不是用来恶作剧的呀。总觉得背后凉飕飕的，是错觉吗？总之，这里的锚点就搞定了。我们出发去下一个位置吧。好，这样第二个锚点也定位成功了。多亏维塔能够一次性定位精准的方向，否则我们还不知道要在这里搜索到什么时候呢。推演未来的能力真是太厉害了。虽说是利用了那种神秘的干涉仪，但在这个过程中，不只是普罗米修斯，维塔自己也要进行一些必须的技术工作吧。还真是人不可貌相，看你之前的言谈举止，实在很难把你和末世的工程师或者航天员挂上等号。维塔、希尔，你们在吗？我在。维塔，发生什么事了吗？另一个希尔那边出现了一点特殊情况，不过看样子他们已经自己解决了，没什么好担心的。虽然总觉得绮罗主要想说我之前的表现看起来幼稚，不过我还是理解成你在夸奖我好了。你这不是一直在听吗？嗯哼。不过所谓的推演未来，其实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高深。干涉仪可没有直接观察未来的能力，它只是在我们做出行动的时候，模拟出这个行动可能产生的结果，并进行推演。就像天气预报，好像也不太对，毕竟天气预报不可能控制天气本身。我还是用这句话来概括吧：时间永远分叉，通向无数的将来。干涉仪所能做的，只是计算出这些分叉的小径，并在其中找到对大家最有用的那一条。而如果这些分叉路口原本就不存在，我又怎么可能做出推测呢？慢着，也就是说，不只是希尔指出了锚点的存在，还因为我们的确在进行寻找锚点的行动，你才能够为我们提供指引。没错，就是这个意思，就像一艘边开边修的宇宙飞船。未来并不是单一的线条，而是由无数种可能性彼此交叠，共同组成的混沌图形。正是因为你们为我制造了过去，我才能将可选择的未来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否则的话，干涉仪就会被无数相似又截然不同的选择所淹没，彻底失去方向。
所以是因为大家的心意和能力都很出色，才有我们现在的这些成果。谢谢鼓励。你还挺会说话的嘛，维塔。嘿嘿。那么接下来的锚点在……没什么，我们推演出结果了，跟我来。这里是吗？那么开始祈愿吧。等等，苏珊娜。怪物数量好多。对不起，锚点呢？应该不会被这群家伙破坏吧？速战速决！先别管这么多了，专心应战。闪亮登场，目标锁定，看招！太奇怪了，这个世界炮的敌人之前并没有这么强的力量，这也是因为世界炮行将崩溃吗？苏珊娜，尽量交给我吧。闪开！总算快要结束了。一鼓作气，除掉他们吧！目标锁定！活下来了。发生了什么？你们还好吗？这些怪物比之前要强得多，而且直到我们开始祈愿，他们才仿佛被激活，显露出踪迹，对我们发起攻击。如果不是因为我先一步察觉到危险，苏珊娜可就要变成他们的靶子了。所以锚点的位置真的在这里吗？抱歉，真的很抱歉，我们这边演算的坐标出现了一点问题。这里只是靠近世界炮边缘的位置，是世界炮作用较为薄弱的区域，也正因此，你们说的那些敌人才会聚集在这里。请稍等，我这就为你们重新推算下一个锚点的可能位置。太好了，不是因为锚点遭到了破坏就好。不过，为什么会突然推断错误呢？这里有什么特殊之处吗？这个嘛，只是单纯的运算错误而已，让这个笨蛋自己和你们说吧。那个，我好像把两个数值配反了，结果就……干涉仪里面都是些维护了不知道多少年的表单，你们懂的。就像苏珊娜在写报告的时候，有时候也会看错题目，对吧？居然是这个原因吗？的确是很常见的情况。等等，不对，不是这个问题。维塔，你也太理直气壮了吧！我们刚才可是因此经历了一场苦战呢。抱歉了。的确，如维塔所言，这可能真的只是一次微小的失误，但……如果真是那样，事情可就难办了呀。无论如何，世界炮的崩溃对他而言有害无益，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目标一致。更何况，如果连并肩作战的同伴都无法信任，这个世界上又哪里还有值得信任的对象呢？
果然，还是我想的太多了吧？如果干涉仪的判断没错，接下来就是这一侧世界的最后一处基本锚点了。只不过，怎么了，维塔？推算告诉我，这个锚点的背后可能会有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不同寻常？这是什么意思？实际上，刚才另一个希尔那边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短暂的和我们失去了联系。或许是因为这个锚点恰好处于世界炮的薄弱位置，所以它产生了更加贴近量子之海本性的变异，也就是会令人产生幻觉，进入白日做梦的状态，甚至见证原本不可能存在的过去或未来。看来就是这里了，启动球队，我们开始吧。实验过程中可能会发生意外，会是怎样的意外呢？不会又是和之前一样的敌人吧？不行不行，再来一次的话，我可真的支撑不住了。好在这是最后的锚点，只要标定了所有的锚点，就能想办法和本周世界取得联系了吧？我们快点结束这段莫名其妙的旅程，回到原本的世界吧。身为巫神，就是要和各种奇怪或反常的情况进行对抗吧。不知道以后还会遇到什么。不对，苏珊娜，你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快点静下心来。最后的锚点，请一定要顺利显现，一定要顺利，一定要顺利。苏珊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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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晃了，再这样要被晃晕过去了。你总算是醒了。亚尔维特。为什么你也在这里？啊，苏珊娜，你不会真的被吓晕了吧？难道你连我们的任务目标都忘记了吗？任务？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也就是说，不灭之刃小队接到了任务，到这里进行调查，我们却因为迪席和幽兰戴尔大人他们失散了，因此被困在了这里。简单来说，就是这么回事。奇怪，我的确有受困的印象，可我应该是被困在了世界炮之中，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世界炮？我的确听你讲过类似的经历，可那都是7、8年前的事了。7、8年前？怎么会？哦，所以你的意思是，我在世界炮里睡了过去，一觉醒来已经是8年后了，好比素商大人那样。再或者，我像幽兰戴尔大人那样，在做任务的时候受伤，磕到了脑袋，一下子失去了7、8年的记忆。不，这类事情怎么可能啊？
一定是在做白日梦吧？苏莎娜，你今天是怎么了？这么消沉可不像你。喂，拿出 A 级女武神的气魄来，我们再去找找出口。A 级女武神？是啊，不久之前你不是终于通过了 A 级女武神的考核吗？我们还邀请了幽兰戴尔大人他们一起庆祝呢。你不会连这么重要的事也不记得了吧？想不到有朝一日，我还可以成为 A 级女武神，这是真的吗？伊尔维特，快打我一下！好疼，真的不是梦。那是当然啦，你通过考试的那一天，我就一模一样的给过你一拳呢。怎么样？这下可以相信我没有骗你了吧？虽然还有很多事情没有搞明白，但是力量是不会骗人的。无论亚尔维特还是我，好像确实都变强了。苏商大人从前说过，车到山前必有路，就借着这个势头，一边寻找出口，一边调查究竟发生了什么吧。好了，亚尔维特，虽然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我们一起去找出口吧。看好了，亚尔维特，在成长为 A 级女武神的这段日子里，我可是学到了不少侦探级别的调查技巧。根据经验，真相都隐藏在不易察觉的细节之处。跟我来。什么都没有发现。这只是一次小小的失误，我们换个方向调查吧。还是什么都没有。苏莎娜，你的侦探直觉真的没有问题吗？这个，我们再去其他地方找找线索吧。这里呢？好像也不对。不行了，根本什么线索都找不到。唉，毕竟在这之前，我们已经对这里进行过了地毯式的搜索。通信工具没有响应，附近也找不到任何离开的线索。还有那些废弃的建筑物，总觉得里面埋伏着怪物。这样下去要怎么办？又出现了！之前就是这些怪物，害得我们和幽兰戴尔大人他们断开了联络。苏莎娜呀，苏莎娜，你可真是个不可救药的乌鸦嘴！怎么是他们？数量比在岩雪圣城的时候还要多，这样下去我可应付不来啊！不对，还不能轻易下结论。如果真的经过了8年，我应该也会有所成长。不试试怎么知道呢？毕竟我现在已经是 A 级女武神了。果然还是完全不行的。敌人怎么也消灭不完，体力也快要被耗尽了。亚维特，对不对了？小伤而已。不过，再这样继续下去，情况就不妙了。苏莎娜，我们还是用那个办法吧。我明白了，亚尔维特，我来掩护你。准备，撤退！苏莎娜，这里。这下可糟了！总算安全了。亚尔维特，你的伤怎么样了？
一点小伤，简单处理一下就好。不用担心，对于女武神来说，战斗留下的伤痕也是一种很帅气的徽章呢。亚尔维特，对不起。好啦，苏莎娜，我真的一点事都没有，只是皮肉伤而已。对不起，明明你才是伤员，却还要你安慰我，都是我太弱了，才会害得你受伤。我真是个不称职的队友。这么说的话，我们就是不称职二人组了吧？和尤兰戴尔大人他们比起来，我们既没有超凡的天赋，也没有强大的能力，连作为充人数的预备队成员都会和主力队伍走散，进而失去联络。有时候我真的很担心，自己到底算不算一个合格的女武神呢？会不会一直在给队长们和大家添麻烦？明明也和大家一样学习、训练，却总见不到成果。越是想要做好，就越是容易惹麻烦。是我还不够努力吗？是我不够聪明，不够勇敢，还是什么无论如何都无法弥补的缺陷呢？苏莎娜，如果尤兰戴尔大人他们在这里的话，一定可以告诉我这种情况下要怎么办吧。我已经休息的差不多了，亚尔维特，你留在这里吧，我再出去看看情况。刚才的战斗，我们虽然狼狈，但也战胜了不少敌人。尤兰戴尔大人他们一定正在对我们展开搜救，看到那些怪物的残骸，就知道我们在这里。如果一直躲起来，错过救援就本末倒置了。不愧是苏莎娜，这么快就又恢复了平时的活力。没有啦，其实我直到现在还是紧张的不行。可正因为如此，我才更想早点和尤兰戴尔大人他们会合。虽然 S 级女武神的世界离我们很远，但是看着他们战斗的英姿，我就会感觉自己的烦恼实在是不值一提。怎么说呢？低下头只能看到沙砾，抬起头才能看到星星，大概是这样的感觉吧。这句话真的很有苏莎娜的风格啊。毕竟我来自沙漠国度嘛。啊，我不是这个意思。不过没关系，现在出发吗？一起去吧。可是你的伤……真的不碍事啦。而且听过你刚才的那番话，我觉得自己也要更加努力才行了。如果有朝一日你成为了 S 级女武神，比起 S 级女武神的熟人，我还是更想做 S 级女武神的搭档。真的会有那么一天吗？不对，现在还不是想这些的时候，先做好分内的事吧。等等，那是……苏莎娜，你看，是尤兰戴尔大人和丽塔大人，他们真的找到我们了。尤兰戴尔大人，丽塔大人，我们在这里！等等，苏莎娜，小心脚下！这种时候，还是要低下头看看吧。
前辈，我不是故意的。没关系，也怪我凑得太近了。倒是你，这下彻底清醒了吧？我已经反应过来了。绮罗前辈会在这里，也就是说，刚才那些果然都是梦吧？也对，一下子变成 A 级女武神什么的，也太不现实了。将这种现象简单说成梦，其实并不确切。他们的成因比你想象的要更为复杂。薛定谔博士，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吗？那是当然，也不看看这行动是由谁负责的。我们正在讨论刚才那些景象产生的原因哦。首先，当然要排除集体梦境。要说做梦，我可算是教人白日做梦的祖宗，难不成连这点区别都分不清？恰恰相反，那里的一切倒是和那些鬼火给人的感觉差不多。等等，你们该不会到现在还有人觉得我们这边的鬼火就是你们那边的鬼魂吧？不是的吗？傻瓜，人死不能复生，除非这个世界的居民不会在真正意义上死去，否则哪里又会有什么鬼魂？那你们所说的鬼火，严格来说，卫灵恐怕就是一个赋予他们人格的过程。希尔和石之律者之前不是提到过吗？在那边的世界，总共有3种居民：尚未记起的、记得过去的和已经遗忘的。我想，这应当就是当前状况下沙铁国度居民的完整一生了。他们是因我们这边的祈祷而存在的生物，或者说非人之人，是这样吧，普罗米修斯？正确答案。虽然严格来说，他们并非异种圣痕，但你们的确可以按异种圣痕的存在方式去理解他们。也就是说，不只是卫灵，连刚才我们所遭遇的一切噩梦，都是世界规则的一部分吗？你们到底在说什么？难道说刚才不止我一个人落入了幻觉？是啊，刚才最后的锚点生成的同时，我就被一道白光拉进了半年后的幻象中。当时我正站在偶像舞台上，发生了一点，演出事故。演出事故？哎，不重要，不重要。倒是另一边的世界，也出现了差不多的情况，对吧？除了进入幻觉之前看到的是一片漆黑以外，和你说的没什么两样。哎，那你看到了什么？没看懂，好像是个小行星还是什么的，太阳系的边缘，搞不明白。毕竟没过多久，我就主动脱离了那个空间。我心想着，竟然有人敢在意识的律者面前玩弄意识，还真是活腻歪了。结果，居然连幕后操控者的一根头发都没发现。哼，因为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幕后黑手吧？一醒过来就看到你在对着空气叫嚣，蠢死了。那希尔看到了什么呢？没什么特别的，就是离开了这个鬼地方，和往常一样做做训练，接接任务。这么说，希尔看到的倒是和我差不多。不愧是苏珊娜，哪怕是在幻觉里，也整天被敌人追着跑呀。各位，听了你们的讲述，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我似乎明白你们看到的是什么了。啊？说不定是因为我之前的失误，才把大家卷了进来。或许你们看到的，正是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未来。这么说，的确，我那边好像已经是7、8年之后了。哼，那真是了不得啊！那可是连伪神都无法操纵的时间。你总不会是想说，刚才是你把我们送到了几年之后的未来吧？我当然没有那样的能力，
但这里可是能够化虚为实的世界炮啊！化虚为实？你是说让大家看到这些幻觉的人是我？毕竟根据之前的推测，触发了幻象的锚点恰好位于世界炮的薄弱之处。或许正因如此，希尔的贤者全能才会被完全激发。但是，为什么会有人能想到关于未来的？啊，没错，在定位锚点的同时，我也在极力思考各种未来形成的可能性。虽然我的工具只能计算出有限的可能性，但或许希尔你的能力和推演过程中的未来互相影响，产生了新的反应。就算是这样，你的能力不也只能勉强推断出可能发生的事情吗？连下一秒要发生什么都不知道，还敢说什么未来？希尔，的确，另一位希尔说的对，这只是关于未来的诸多可能的一种而已，很可能不会在现实中发生。况且，追根溯源，这一切都还只是我的猜测，暂时还没有什么决定性的依据。虽然只是推测，但的确有其合理之处。等到世界炮的问题解决以后，你应该不介意我对这个现象做一些研究吧？当然，不如说我也很想知道呢。未来是指 A 级女武神吗？如果梦中的未来真的可以实现，好像也不坏啊。确实不赖。看来我意外给了大家一段还不错的体验呢。强行打破幻觉的某人，现在是不是有点后悔啦？开玩笑，我从诞生到现在还不知道后悔两个字要怎么写。就算未来是注定的又怎么样？咱绿者只要看不过眼，照样改给你们看。哎呀，区区幻觉，我现在就能给你们做10几个出来。我还怕你们万一看得太多，对现实世界失去了兴趣呢。那古人都知道我命由我不由天，何况你们这些现代人呢？难得你倒是说了一句有道理的话。哈？开玩笑，时之绿者女士说的哪句话不是至理名言？你刚刚说的这句话就不是。咋？你又想找茬？哎呀，都说是推测啦，大家就不要深究了嘛。玩笑就到此为止吧，不要因为这样的猜测影响我们原本的步调。既然各位成功捕捉了所有的基本锚点，接下来我们至少可以先开始世界炮内部的整合测试。我们也准备返回高塔了，大家会面之后再统一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另外，我想各位也明白，这段时间一直行踪不明的那个米斯特林，目前正是整个计划中最大的变数。在这件事上，他必然不会妨害各位。哦，你倒是胸有成竹嘛。绮罗前辈，现在也不是争执这些的时候，我们还是稍后当面把所有的事情对清楚吧。确实，你说的对。那事不宜迟，我们走吧，苏珊娜。稍后见，希尔。大家稍后见。希尔，在薛定谔博士他们得出结论之前，我们好像暂时帮不上什么忙了。自从进入这个世界炮以来，大家就一直在被各种事件追赶着。现在，我们终于有时间独处了。明明在之前，这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是啊，真是难以想象，短暂的1-2天里就发生了那么多事。好在至少现在我们可以像这样在一起。希尔，
刚才的卫灵，你一切还好吗？贤者的力量和我越发契合了。对于我来说，它已经逐渐变得像呼吸一样自然，负担看来是越来越低了。别担心，我不会一个人默默承担却不告诉别人的。希儿应该也看到了，我也一直在成长呀。是啊，你的确成长了很多，甚至……希儿，不，没什么，没关系，希儿，这里只有我们2个人，所以有什么心事都可以直说出来。希儿，你是不是有什么瞒着我？你在关于未来的幻境中，到底看到了什么？作战训练模组已加载完毕，是否开始训练？希儿准备好了，请开始吧。结束了，下一项日程啊，那是希儿前辈真是太强了。早上好，希儿前辈。早上好，你是上个月刚刚作为后备队员加入对崩坏特别小队的提米朵，对吧？是的，我是对崩坏小队白刃镇弓箭手提米朵丘特，请多指教，前辈。没事，别紧张。比起之前在长空室的那时候，你真的进步了很多呢。半年前，希儿前辈曾在长空室搭救了在实习任务中陷入危机的我。当时真的只是一面之缘，想不到您还记得我，甚至知道我的名字。因为希儿看过你们的入队作战视频呀，大家都是很勤奋也很出色的女武神和特战队员。难道希儿前辈记住了每一个新人的名字？您果然就像传闻中那样，既强大又温柔。之前完全想不到可以和您搭上话，我真是太感动了。以后有什么搬东西的任务，就尽管交给我吧，端茶送水也都可以。请千万别这么说，和大家一样，希儿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战士而已。可以的话，请直接叫希儿的名字吧。希儿。希儿前辈，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其实，自从那次获救之后，
我就对您战斗时的英姿念念不忘。不只是我，我们认识的特别小队成员都是这样。所以，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给予我们一些指导吗？拜托了。指导谈不上，不过希尔随时欢迎你们来切磋哦。只不过今天不太合适，因为希尔和一个好朋友约好了。没关系，希尔，你会认识很多新朋友，你不会感到孤单的。希尔前辈，您怎么了？您的脸色……不，没什么。希尔姐姐，哎，是希尔姐姐来了！希尔姐姐好。你们好呀。苏珊娜姐姐呢？她还没有到吗？苏珊娜姐姐刚才正在给我们讲故事，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然后就大喊着：“对不起，我忘记今天要交任务总结了。”离开了。可是苏珊娜姐姐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哎，希尔姐姐可以继续讲给我们听吗？还真是她会做出来的事呢。她讲了什么故事？是小红帽的故事。善良可爱的小红帽提着许多美味的食物去森林里找外婆，推开外婆家的门，发现外婆却长着獠牙，原来是邪恶的大灰狼伪装成了外婆。原来是这段故事，希尔也很熟悉呢。谁知小红帽突然笑了起来，说：“哈哈哈，真有趣！没想到猎物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他挥舞着镰刀，只用一击就把大灰狼的脑袋砍了下来。小红帽看着刚才还在张牙舞爪的大灰狼，讥讽地说：“知道我的斗篷为什么是红色的吗？”大灰狼当然没有回答。于是小红帽失望地摇了摇头，提着篮子，拿起镰刀，迈上了寻找更多更强猎物的旅途。这就是小红帽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的故事。诶，猎人没有出场吗？猎人？并没有猎人呀。可是我记得小红帽里是有猎人的，而且总觉得哪里有些奇怪。希尔姐姐，这真的是小红帽的故事吗？奇怪。是啊，从某种角度来讲，确实有些奇怪呢。不过没关系，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童话故事，和以前听过的完全不一样。不愧是希尔姐姐。希尔姐姐，再给我们讲一个吧。啊，好啊。那么，希尔就再讲一个自己最熟悉的故事吧。很久很久以前，在某个国度有一片遥远而美丽的海洋。那片海洋有多远呢？遥远到整个国家只有寥寥数人知道它的存在。
而在那片海洋的深处，住着一位纯真美丽的小美人鱼。小美人鱼孤独极了，她的朋友只有自己在水中的倒影。不对，希儿姐姐，既然小美人鱼住在大海里，她又怎么从海里面看到自己在水中的倒影呢？所以说，小美人鱼一个朋友都没有了。别担心，没有人会因为你的过去而疏离你，也再不会有谁因为奇怪而对你感到恐惧。你会被所有人喜欢，过上阳光普照、鲜花簇拥的人生。你究竟是谁？哎呀，抱歉，哎呀，我刚才在走神，没有看到你。咦，莫非你是希儿小姐？是之前在任务里救过的人吧？只是那个时候，希儿还……希儿小姐忘记了吗？很久以前，天穹市曾发生过一起劫持事件，当时就是希儿小姐救了我。我应该没有认错人吧？啊，比起那个时候，希儿小姐真是变了好多。怎么说呢？那时的希儿小姐言行举止要比现在凌厉得多，性格也非常的，自我。不，你没有认错，只不过，希儿一直都是这个样子，从来没有变过。至于你说的印象，大概是错觉吧。回去吧。希儿，布罗尼亚姐姐，你怎么来了？正好出差到这附近开研讨会，顺路来看看你。布罗尼亚姐姐真是的，怎么不提前告诉希儿呢？你在外面等很久了吧？来，快进屋。天色不早了，今天布罗尼亚姐姐就住在这里吧。正好西奥拉之家的老师们送了我不少点心，希儿去煮一壶茶来。唉，好久没有和布罗尼亚姐姐一起整晚喝茶聊天了，真开心。先不说这个，希儿，你最近感觉怎么样？还习惯吗？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向学院长提出申请，将我调回到你所在的行动小队。如果能和布罗尼亚姐姐一起行动，希儿当然很开心。但布罗尼亚姐姐也有自己想做的事吧？现在一切好不容易走上了正轨，
布罗尼亚姐姐也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如果因为希尔的原因耽误了布罗尼亚姐姐追寻梦想，希尔也会很过意不去的。可是希尔，你一个人真的没有问题吗？布罗尼亚姐姐，你不用担心，毕竟在此之前，希尔也一个人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抱歉，希尔，但你应该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对吗？我希望能够听到你最真实的想法。我一直相信希尔，也一直在见证你的成长。希尔，如今的你很成熟，很坚强，但坚强并不代表着所有的事都必须独自承受。希尔，你一个人真的没有问题吗？没关系，布罗尼亚姐姐，希尔现在一切都好，在天命的工作很顺利，希尔成长了很多，还结交了很多新朋友，即便只剩下我一个人，也……别怕，希尔，一切都不会改变的，即便我不在你身边。是啊，罗尼亚姐姐，希尔要怎样才能接受这件事呢？另一个希尔，他已经不在了。果然，又回到了这里吗？支配剧场。无论什么时候到这里来，还是会觉得阴森诡异。一个人也没有，这里真是空旷啊。是啊，就是这里。希尔第一次将身体的支配权完全交给另一个自己的地方。果然，你也不在这里。懦弱的匹诺曹。啊！是谁？谁在说话？过去看看吧。匹诺曹，秘密朋友。这是童话故事。孤独的匹诺曹藏起来了，声音越来越近了。害怕朋友被偷走，那是懦弱的匹诺曹拥有一个秘密朋友。孤独的匹诺曹担心失去唯一的朋友，所以他把朋友藏起来了。即便如此，匹诺曹还是害怕朋友被偷走。
怎样才能保护好朋友呢？匹诺曹想啊想啊，终于想到了方法。只要把朋友藏在连我自己都找不到的地方就好了。这样想着，匹诺曹忘记了朋友的所在。从此以后，匹诺曹再也不用担心失去朋友了。好奇怪的故事，声音是从这面镜子里发出来的吗？怎么，我究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还是因为我……接下来就靠你了，另一个我。放心吧，希儿，我们会解决一切的。我会保护你，就像以前的每一次那样。为什么我没能践行诺言？只有我可以保护你，明明应该是这样的，明明应该是这样的，明明应该是这样的。
就在这里吗？没关系，希尔，你会认识很多新朋友，你不会感到孤单的。别担心，没有人会因为你的过去而疏离你，也再不会有谁因为奇怪而对你感到恐惧。你会被所有人喜欢，过上阳光普照、鲜花簇拥的人生。别怕，希尔，一切都不会改变的，即便我不在你身边。希尔，希尔，你没事吧？希尔，我没事。你知道，希尔不再是爱哭鬼，不再是大笨蛋，甚至在很多时候，他表现得比你还要成熟、勇敢。这看似毫无关联的两件事，已使你产生一种模糊的预感。万众的信仰与无私的心灵，只会催生出必然凋谢的花朵。它的芬芳固然纯美，可若是想要嗅闻，就得做好直面死亡的准备。说不定是因为我之前的失误，才把大家卷了进来。或许你们看到的，正是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未来。我真的没事，我只是梦到我们两个大吵了一架。原来是这样啊，那我只好替未来的自己先道个歉了，抱歉了。什么嘛，你这反应真是没意思，万一我在骗你呢？那我也只好被骗了呀，因为你一定也是为了我好嘛。希儿，别太相信我，笨蛋。希尔，维塔，我们回来了。欢迎回来，辛苦你们了。只是跑腿这样的小事不足挂齿，或者说我们也就只能帮帮这样的小忙了。接下来才是重头戏，如果没法指望已经失踪多时的米斯特林，就要靠维塔和薛定谔博士他们了。是啊，如何成功与本正世界进行连通，目前看来依旧是一个难题。确实，什么基本锚点、世界级锚点、轴的，我听着都晕了。没关系，既然缺乏道路，那么创造一条道路就可以了。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米斯特林，你的表还真是走得够准呢。谢谢夸奖，毕竟我向来都是一个守信的人呀。而这一次，必要的材料我已经为各位准备好了。各位，请随我来。喂，你自说自话的要去哪里？建筑工地。如果我这样打比方，各位能够明白吗？嗨，
你这样只会徒增大家的理解成本。在上一次离开时，米斯特林说他可以负责寻找本真世界坐标，并进一步调查所有的潜在威胁。而接下来，就是检验这一工作成果的时机了。你是说，你有办法从这里直接构筑起一条连通这2个世界炮与本真世界的道路？我既然身为李行，当然具有一些非同常人之处。总是毫无过程就直接摆出结论的特殊之处吗？绮罗小姐如果实在感兴趣的话，或许等你有朝一日成为和我相似的李行之后，就能明白了。好了，大家应该也早就习惯了米斯特林的表达方式，接下来还是由我来帮他总结这种方法的原理吧。普罗米修斯，没关系，我当然会保护好你的个人隐私，米斯特林。其实，米斯特林所用的方法毫无特别之处。他之所以要单独行动，只是为了去充分利用圣痕计划的残余罢了。或许绮罗小姐还不够了解，圣痕计划原本就囊括了一种以人的意志来构筑空间的技术。虽然在提阿娜成为中焉之律者的时候，圣痕计划所创造的精神空间就已经解体，但它还是在量子之海中留下了一些未被回收的建筑材料。而另一方面，作为李行的米斯特林，当初正是整个圣痕计划得以降临地球的媒介之一。如果仅从一次性的角度来考虑，他有能力将这些建筑材料召集到我们身边，为连通世界炮与本真世界这个目的架设桥梁。当然，这对他来说也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程。这座临时桥梁本身也必然存在着诸多限制。是这样吧，米斯特林？普罗米修斯的确总结得非常到位呢。总之，如果各位愿意相信我的这些努力，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行动就应当是由希尔将已经定位的锚点赋予我们的某位成员，使他暂时与高塔连结，携带好这2个世界的轴，再由他穿过我构筑的通道，将一切带回本真世界。而如果一切顺利，这一过程也可以绕过所有的潜在影响，只要此人能够顺利返回本真世界，那么即使说是与中焉之茧同一量级的存在，凭借 Kiana 的中焉全能，各位也足以与之周旋。也就是说，你打算借助圣痕空间的度量作为临时媒介，让身为量子侧流行的世界炮直接嵌入虚数侧的本真世界乃至中焉之茧。而不再需要类似圣剑这样的常态化中继节点。薛定谔博士，你的确可以如此理解，但如果想要在座的其他人听懂我们想做什么，或许米斯特林刚才的说法反而更加清楚明白。真没办法，就让我说得更加通俗一点吧。如果大家信得过米斯特林，那么请让他指导希尔将2个世界的轴塑造成一根接力棒，并交到一位最合适的跑者手中。这位跑者将沿着米斯特林开辟的道路，从这边的世界一口气冲回本真世界，将接力棒交给那边的科学家或者提安娜本人，从而拯救一切。哦，原来是这样，这个我明白，就像历史书上马拉松战役的传令兵一样，对吧？苏珊娜，你就不能换一个更吉利一点的说法吗？所以，确实，毕竟担此大任的角色，
必须与本真世界之间具备最好的相容性，换言之，也就是最接近普通地球人。与本真世界具备良好的相容性，最接近普通人类。好的，记下来了。抱歉，只是出于习惯，我把所知道的信息都记录下来了而已。大家继续讨论，不必管我。唉，真是个反应慢的孩子。你还没有意识到吗？在场的所有人中，当然是你和本真世界之间的相容性最强啊。啊？我？也就是说，要我带着那些锚点返回本真世界？不行，我一个人绝对做不到。在座的大家应该都比我合适的多吧？为什么会选我呢？对我来说，这实在也太难了。没办法呀，这毕竟是因为苏莎娜小姐，你是目前在场的唯一一位普通地球人呢。我们来梳理一遍吧。在我们当中，2位希尔身为圣痕觉醒者，且目前身负难以离开高塔的诅咒。石之律者严格来说没有人类的形体，是最纯粹的崩坏化身。我随着休格斯在量子之海飘荡多年，存在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而薛定谔博士就更是如此。剩下的米斯特林和普罗米修斯，他们一个是从圣痕中诞生的理型，一个是来自世界炮的人工智能。而至于维塔，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根本就是金星人。即使忽略本真世界这个前提，和地球之间的关系也是微乎其微。这样算下来，你自己已经是唯一合适的人选了，不是吗？加油哦，苏莎娜！这个世界炮的未来，还有我们的安危，就全都交到你的手上啦！既然我们在方案和人选上都没有争议，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讨论计划的实施细则吧。米斯特林，您预计前置工作我们要准备多久？等一下，我可是还一点心理准备都没做好呢。由我来负责计划的核心，大家是认真的吗？丽塔，计划开始的时候，我们还要靠你来指引方向。在此之前，你不需要先休息一下吗？没关系哦，我现在还电力满满，就算在工作3天3夜也没有关系。倒不如说，这才是我平常的工作状态。在不同的世界之间穿梭，可是很需要体力的呀。所以说，希尔不需要担心，我早都已经习惯了。这个嘛，这是一个简易的数据测试装置。之前不是因为我的失误让苏莎娜他们遭遇了危险吗？所以我在普罗米修斯的指导下制作了这个。除了可以纠正因为粗心大意而带来的错误，这里面还存储了苏莎娜的行动轨迹模型。毕竟那个家伙也是个冒失鬼嘛，行动的过程中一定会充满各种意外，而预测并且尽量避免这些意外，这不就是我们作为后方成员的责任吗？这也算是经验之谈吧。维塔，是啊，联系他的经历，他又怎么可能是一个单纯的乐天派呢？谢谢你。希尔，
我也只是做了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你不需要这么感动呀。而且，我也是为了我自己。我大致的经历，你们也都知道。在漫长的人生中，我一直在经历各种告别。命运总是在毁灭被我当作家园的地方，总是在带走我熟悉的人。我一直在逃，虽然运气很好，一次次逃过了毁灭的命运，但这样真的好吗？说实话，我真的很喜欢这里。即便我已经去过了很多地方，但我还是最喜欢这里。宁静祥和，人心淳朴，就像世外桃源一样。在这里，我遇到了那么多纯粹的人，参与了那么多纯粹的事。或许这样说有些矫情。在这里，尤其是和希儿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我的每分每秒都很快乐。维塔，从理性的角度来说，我其实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我或许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可是我的能力却依然渺小。不像你们，我保护不了自己在意的世界，也保护不了自己在意的人。但这一次，无论如何，我都想为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哪怕不得不去和无法战胜的强大力量对抗，我也想要保卫自己的人生。放心吧，比塔，我们一定会成功的。谢谢你，希儿。希儿的家乡，一定也是一个很美丽、很平和的地方吧？因为只有这样，才会孕育出希儿这样可爱又善良的女孩子嘛。可是现在你却要经历这些，说不害怕，或许也是骗人的，对吧？没关系，维塔，我的家乡其实不久之前刚刚经历过一场几乎毁灭了世界的灾难，但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最终战胜了它。所以这一次，我也会从积极的角度去看待大家遭遇的问题。维塔，相信我们，这一次我们一定会帮助你，守护好你的家，它不会再空无一人了。好呀，就让我们一起加油吧，希儿。放心吧，普罗米修斯，不会有问题的。倒是你，最近是不是越来越喜欢操心了？烦恼太多的话，机械磨损可是会加重的哦。你的计划中有不少冒险的成分，非要使用这样的方法吗？怎么说呢？冒险是相对的，普罗米修斯。如果你知晓我都曾做过哪些尝试，你就会知道，我所选择的道路是最为保险的那一条。来吧，还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呢。我想，你一定不会介意也给我搭把手，对吗？放心，这一次，我一定会把他们送还到属于他们的地方。喂，你能不能不要转来转去了，看得我眼晕。嗨，这不是没什么事儿要做吗？那个什么铺路的计划，
居然没有我石之律者大展身手的机会，那我也只能在这里闲着看风景了。我不管你想做什么，但是能不能不要在我的眼前玩行为艺术？还是说你更想要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还真是麻烦的家伙。好吧，既然如此，就让善解人意的石之律者送你一句金玉良言。如果你不想让希儿担心，就最好把幻象里发生的一切忘个干干净净。你放心，咱没读你的意识，你那点小心思都写在脸上，有什么猜不到的？我就再给你几句来自前辈的忠告吧。控制意识的根本，并不在于改变意识，而在于取信于人。只要能让人相信，再荒唐的幻想都能发挥超乎寻常的力量。而反过来，如果所有人都不相信，那即使是实际存在的力量，也可能会什么都做不到。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够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环境并非真实，就能抵消大部分幻象所产生的影响，也就完成了脱离这些枷锁的第一步。不喜欢的东西不看，不爱玩的东西不玩，垃圾就送到垃圾场，烦心事儿就找别人帮忙。只要自己一身轻松，谁又能奈何得了你？所以，无论你在幻象之中见到了什么，那都是世界的恶意想让你相信它而已。无论它再真实，再贴近你内心的恐惧，那也只是幻象。只要认识到了这一点，幻象就无法伤害谁，更无法影响现实。你甚至可以说，这就是十之全能的极限所在。谢谢。终于说出来了，等了你半天。不如再多说几句，由衷感谢英明神武、全知全能的石之律者。怎么样？我就爱听这个。你有毛病吧？建立坐标，回传一部分数据，然后转向这边行动。苏莎娜，先停一停吧。不对，接下来得向左，不能停下来。我是说，你先把手头的事情停下来。许洛前辈，别戳我的脸啊，疼！怎么样？这下你彻底从笔记里清醒了？不对，许洛前辈，现在可不是松懈的时候啊，马上就要开始行动了，我必须对行动的过程再熟悉一些才行。让我再看一遍笔记，一遍就好。唉，你呀，可真是……倒是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经历，还有不久之前的那场幻境。幻境？对了，奇洛前辈，还不知道你在幻境中见到了什么呢？这个嘛，我看到自己重新站在了偶像舞台上。奇罗前辈真的很喜欢偶像啊！像奇罗前辈这样强大的女武神，一定可以创造最完美的舞台效果吧？很遗憾，猜错了。那场演出简直糟透了，糟糕到让我恨不得将那段经历从自己脑子里挖出来，然后埋到量子之海的深渊里呢。一直没有告诉过你吧？其实作为偶像，我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哦，我完全不会唱歌，比一般的五音不全还要更夸张一些呢。这是我人生之中最大的秘密，你可一定要替我保密啊！毕竟对于偶像来说，不会唱歌，这就像女武神没有战斗力一样致命呢。曾经的我尝试过各种努力，想要成为心目中的完美偶像，但是不论我怎么努力，偶像就像一颗遥远的星星，永远悬挂在我无法触碰的地方。关于未来的幻境，也告诉了我相同的答案。
我或许能理解绮罗前辈的感受。我真的很想成为像队长大人、副队长大人或者素商大人那样能够独当一面的女武神，所以我一直注视着他们的背影，就像望着天上的星星一样。可是当我拼尽全力，不断努力，以为自己可以碰到他们的衣襟的时候，却发现他们又前进到了我不可触及的地方。我想绮罗前辈一定也能够理解这样的心情吧。是啊，每个人都有擅长和不擅长的事，这是与生俱来的天赋，是永远都没有办法改变的现实。绮罗前辈，我们真的只能这样了吗？可是好不甘心啊。没关系，苏珊娜，虽然因为天赋，因为经历，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我们无法成为自己所向往的那个样子，但我们也可以无限接近自己向往的模样哦，并且做到一些即使是他们也做不到的事。这也是那个幻境告诉我的。虽然那的确是一场失败的演出，但并不是糟糕的演出。在幻境里，我所逃避的一切也没能变得更好。我的歌声依旧很难听，舞跳的也只是差强人意。但是观众们都很开心。我发现，即便五音不全，即便只是一个笨拙的偶像，也会有人喜欢我。他们和我一起合唱了我的歌，虽然依旧不好听，但是我能够感受到他们是喜欢我的，也喜欢着我的舞台，而这才是偶像的本质吧。所以，我没有变成心目中的完美偶像，却已经是一个真正的偶像了。大概这才是所谓梦想的真相吧。只要坚定地看着前方，一直努力，说不定梦想就会以一种谁也想不到的方式实现了呢。所以，苏珊娜，不要紧张，也不要害怕，只要倾尽全力做到自己能够做到的最好，你就一定能做到一些其他任何一个人都做不到的事。说不定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已经成为一个出色的女武神了。绮罗前辈，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放松一下，然后精神满满的开始行动吧。加油哦，苏珊娜，毕竟这个世界炮的未来，还有我们的安危，一切都靠你喽。谢谢你，绮罗前辈，我会努力的。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出发了。苏珊娜，你还好吗？没什么，就是有点晕。为什么每一次进出世界炮的交通方式都这么刺激啊？不过，米斯特林小姐真是厉害，没有使用任何工具就成功把我们送出了世界炮。理型这种存在真是很不可思议呢。只是借助圣衡空间使用了一点小把戏而已，这一点绮罗小姐应该很熟悉吧？当然熟悉的很。拜你所赐，我可是在这种空间里流浪了好几天，才终于找到了离开的方法。没错，这里是世界炮之间的空间缝隙。
而现在，我将为你们铺设通往本真世界的道路。而按照之前讨论的计划，我将会通过预测告知米斯特林小姐通向本真世界的最佳路径，帮助大家避开不必要的风险。如果可能，也包括那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梭。至于剩下的部分，就要靠你们啦。石宇绮罗、苏珊娜，加油呀！作为与本真世界联系相对密切的成员，在没有携带锚点信标的情况下，我会尽力送你到我可以前往的最远位置。接下来，我会将2个世界的全部锚点暂时绑定在苏珊娜的身上，剩下的就拜托你了，苏珊娜。我知道了，我会努力的。不要太在意这次行动的成败，只要做到对你自己来说最好的程度就可以了。就像之前说好的那样。是，绮罗前辈。说到底，这只是一场实验，就算他没有办法成功，凭借我们这么多人的聪明才智、奇妙能力，也肯定不至于坐以待毙。谢谢你，丽塔。话虽如此，想要完全不紧张，也是一件困难的事啊。大家的未来，可就握在我的手上呢。那么，开始吧。不过有一件事需要提醒一下哦，这条通往世界炮之外的路，精度有限，能够维持的时间也并不充裕。你们2个可要抓紧时间。以理念为藻，以意志为锐，由此铺就构筑世界之路。2位，请吧。走吧。大家看到我标注的方向了吗？只要沿着路标向前走就可以了。绮罗前辈，你看那里，似乎有什么东西。苏珊娜，离他远点儿。那种空间扭曲下隐藏着量子之海的曲率起点，应该是米斯特林强行开辟道路的副产物之一。虽然这种规格的曲率起点严格来说基本无害，也无法自我维持太长的时间，但具体到这次任务的性质，如果与他们接触，我们可能会从当前的道路中被弹出去，那可就前功尽弃了。因为这一层危险，我们一定要和他们保持距离。我知道了，绮罗前辈。安全通过危险地带。怎么样，苏珊娜？在量子之海的夹缝中穿梭，是不是还挺好玩的？前辈，别说好玩了，我紧张的感觉都要吐出来了。但你从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不是吗？可是，在危险的环境里不断奔跑，也只是人的本能反应吧？那可不一定哦。对初担大任的战士来说，在战场上吓到两脚发软、双腿抽筋，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在压力之下，人们很容易大脑空白，仿佛断电一般，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记得自己该做什么。与这种情况相比，苏珊娜还是很擅长应对压力的，不是吗？是这样吗？我一直觉得自己心理素质不是很好，明明是女武神，却胆子很小，做事也粗心，一遇到什么事就容易自乱阵脚。为了看起来姑且还像个能好好完成任务的女武神，我只好反复练习那些最基础科目，把任务中的所有情况都在笔记本上事无巨细的记录下来。前辈之前不是还奇怪，明明任务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为什么还要对着笔记本做无意义的临阵磨枪吗？其实
如果不那样做，只靠自己，我根本安心不下来。傻瓜，你这不是心理素质超级好吗？啊？因为你明明有这么多缺点，明明总是在怀疑自己，却仍然在内心深处相信自己能够进步，愿意付出数倍于他人的努力来达成目标啊！要我说，换作是我，那早就放弃了。在之前的幻境里，如果不是被逼无奈，我可不敢在嗓子受伤的状态下开演唱会呢。你仔细想想，一个人明明家里又有城堡又有矿山，只要躺平享受就能过上奢华的生活，可他却偏要因为内心的一丝憧憬，就投身于这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之一，而且任劳任怨，从不懈怠。如果这样的人也算是心理素质不好，那这个世界上恐怕就没有心理素质好的人了。是的，你胆小、粗心，容易自乱阵脚，但你总是能想出针对他们的改进方法，最终把事情做好，不对吗？比起那些动不动大脑空白或者两手一摊的人，你可要强太多了。绮罗前辈，好啦，突然夸了你这么多，恐怕你自己都一时半会儿消化不了吧？没关系，只要按自己的步调不断前进，终有一日，你也会有发自内心去赞叹自己了不起的时候。所以，接下来的路，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速战速决！咻咻！百步穿杨！唉，这一段路线还真是复杂，标志物也很难找。还好绮罗前辈也在这里，否则我一定会迷路吧。等等，苏珊娜，我们在这里分开吧。绮罗前辈，这么突然吗？抱歉，我原本还能再陪你前进一段距离，只是……喂喂，你们还好吗？这边的预测数据开始出现大范围的波动，正在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你们有没有遇到敌人？能撑得住吗？你的预测也太迟了吧！没时间了，我在这里拖住他们。苏珊娜，继续按照维塔规划的路线前进，快！别忘了，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和本征世界取得联系。这件事只有你能做到，也必须由你来做。而且，之前米斯特林也交代过，这条路能够维持的时间比较有限。虽然我平常完全不信任那个女人，但既然这是我们一起制定的计划，我们就要用最认真的态度来对待它。怪物的追击就交给我来应付吧，毕竟我就是为了这个来陪你的嘛。绮罗前辈，你一个人没有问题吧？苏珊娜，你管好自己就行了。再怎么说，我可不能让你白叫我一声前辈呢。不就是阻击战吗？我可熟悉的很呢。闪开，来吧！这可是绮罗前辈为我争取到的时间，绝对不能浪费。没事的，只要小心避开他，就没有问题。好样的，苏珊娜！就按照这个势头，继续努力下去。怎么办？越来越多了。
这样下去，我很快就要被包围，不知道要传送到哪里了。苏珊娜，这边，这边。虽然进去之后会有些绕路，但至少可以避开眼前的障碍。我明白了，维塔。步穿杨，目标锁定。百步穿杨，目标锁定。接住了！怎么没完没了？目标锁定，还好让苏珊娜离开了。不过这样下去，我也会撑不住啊！啦啦啦！百步穿杨！啦啦啦！闪开！目标锁定！一旦我这里失手，这些怪物就会向苏珊娜的方向涌过去，那肯定不行。目标锁定，看来只能解封那东西了吗？如果可能，还真是不想这么早就暴露底牌呀。闪开！啦啦啦！百步穿杨！启龙，快！异形之种可以替你抵挡一段时间。趁现在，快点从那里离开，之后米斯特林有办法解决这些怪物。知道了。我怎么回到这里来了？这不是很好吗？省去了回城的时间，也避免了迷失在量子之海的深处。确实很好。那么，你也不介意我问你一些事吧？根据你的说法，这条通向本真世界的路，只有像苏珊娜这样纯粹的人才可以通行到底。可既然如此，为什么你的理性之种可以突然出现在路途深处？这好像有点矛盾吧？米斯特林，你究竟隐瞒了什么？你说自己可以解决那些怪物，具体又打算用什么办法？唉，真是的。我还以为以绮罗小姐这样聪明的头脑，一定可以猜出来呢。我之所以能够做到那些，只是因为这条通往本真世界的道路，就是由构筑我自身的材料所铺就啊。万一出现了你们二人无法应对的敌人，只要我将身体的这一部分弃入量子之海，大家也就自然而然转危为安了，不是吗？米斯特林，怎么了，17号？难得看到你露出这么惊讶的表情呢，倒是还挺有趣。不要明知故问，由你铺就道路，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呀。我会将理型的母体，也就是圣恒空间，转化为建筑材料，由此构筑出通向本真世界的道路。
虽然一般的旅行可能提供不了这么多的材料，但我还拥有圣痕计划的遗产呀。从技术角度讲，这和我在月球上做过的那些事也没有太多区别。原理我能够明白，但是我无法理解。圣痕计划早已结束，如今再这么做，你等于把自己的生命又放回了赌桌。那也没有办法嘛，毕竟除此之外，我确实什么都做不到啊。在你们忙碌于整合锚点的时候，我也尝试了各种方法，试图像以前布置陷阱时那样与本真世界取得联系。然而，那些方法全部失败了，不是无法连通，就是在连通之后迅速出现意外，无法实际应用。或许我们真的在面对一个相当可怕的敌人呢。我记得是叫做梭，对吧？毕竟那群孩子是因为我的缘故才会被困在这个地方，万一害得他们迷失在量子之海，甚至遭遇不测，我会十分内疚的。所以眼下看来，这的确是最好的方法，对吧？放心吧，17号。说到底，这只是临时借用我的身体罢了。所冒的风险，比起人类生孩子的情况，或许还要更低一些呢。难道你不应该对我多一点信心吗？正因为是喜欢随性乱来的你，我才会没有信心啊，米斯特林。希望一切最终顺利。贤者的全能感受到了普罗米修斯的愿望。普罗米修斯、苏珊娜他们现在情况如何？目前来看，虽然发生了一点意外，但进展总体顺利。希尔、维塔，你们冷静地听我说。苏莎娜的定位消失了。完蛋了，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啊？这下要怎么办呢？该不会回不去了吧？哎！苏珊娜，你现在人在哪里？快回答我，苏珊娜！我不知道。刚才我撞上了那个古怪的东西之后，就被扔到了这片完全陌生的空间。维塔，接下来要怎么办？还能来得及吗？我……别急，苏珊娜，只要知道你当前的大致位置，我就可以通过干涉仪计算出你的历史路径和精确坐标。虽然对米斯特林来说或许有些辛苦，但从我们还能通话这一点来看，只要能够确定你的坐标，我们就能为你铺设新的通往本正世界的道路。大家正在想办法推算你的位置，所以你目前有什么信息可以告诉我们吗？我去找找线索。
苏珊娜，有什么发现吗？抱歉，这里的景象实在是千篇一律，我什么都没找到。想要找人，却发现周围的标志物只有电线杆，的确存在这种情况呢。抱歉，维塔，我再去更远一点的地方找找看吧。这里什么都没有，不过先测定一下这附近的各种参数吧，记录下来也没有坏处。这边也是。我要被困在这里了吗？这样的话，希尔他们怎么办？他们明明那样信任我，愿意将这么重大的责任，过去只有幽兰戴尔大人办到过的事交给我，可我却……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如果我小心一点的话，这一切就不会被搞砸了。都是我的错。苏珊娜，你在哭吗？没有，我只是一直没有找到线索，有点着急。别气馁，即使没有更多的数据，多花一点时间，我们也一定能找到定位的办法。你在？维塔，发生什么事了？维塔！没什么，只是米斯特林他需要一点帮助。你稍等，这边的事我得分身处理一下，抱歉。一定是我的原因。为了这次计划，大家都付出了相当多的努力，可是因为我的失误，害得大家的付出付之东流。没错，苏珊娜，现在还不是抹眼泪的时候，至少要想办法弥补刚才犯下的错误。维塔、米斯特林、希尔、奇罗前辈，大家都在等着我，我一定能找到线索。吗？这是我的笔记。记录了那么多的笔记，做了那么多的功课，结果到头来什么都没能派上用场。我还真是个糟糕的学生啊。本次行动的主要目的是将两个世界以锚点固定，并发射回本征世界。最终，借助 Kiana 的力量，两个世界炮将获得稳定的结构，摆脱自身注定毁灭的命运。为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找到分布于两个世界内的若干基本锚点，
然后将它们连接到轴，也就是这座贤者高塔上。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构筑出世界级锚点。也就相当于获得了能够牵动2个世界炮的纤绳，对吧？纤绳，寻找不同的锚点，难道说这样也可以？维塔，打断你一下，我或许知道自己现在的位置了。我准备好了，苏莎娜，你可以开始了。太好了，路通了！加油，苏莎娜！米斯特林坚持不了太久，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奇罗前辈，你也回去了，太好了！不说这个，希尔好像发现了什么。苏莎娜，从你那里可以看到一个远方的光点吗？看到了。那应该是我们这边与本真世界的连接点。是的，苏莎娜，只要你跑到那边，我们的计划就基本成功了。好，看我的吧！这种不需要动脑子的事，我最擅长了。必须快一点，再快一点！一定要给本真世界的大家预留出时间！是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只要一起跑，我就会被小伙伴们远远地抛在身后。那时候，爸爸是怎么跟我说的来着？不要总是计算你们之间还有多少距离，那会绊住你的脚步。只要专注地跟上离你最近的伙伴就好。没错，只要我一直跑，总有一天我会做到的。我一定能追上他们，我一定能学会这支舞，我一定能成为女武神。这一次，我一定能做到。好难受，我难道要死了吗？已经出现幻听了。
虽然只相处了短暂的时间，但那个世界也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大家都是活生生的人。哦，原来是这样，这个我明白，就像历史书上马拉松战役的传令兵一样，对吧？就算要死，也让我死在另一边吧！坐标确认，正在建立联系。看来，对面也在尝试和我们取得联络。通道已建立。3、2、1，启动牵引模式。终于找到你们了。别来无恙，苏莎娜。自从你们失踪之后，我们就一直在搜寻你和希尔的踪迹。你们遭遇了什么？为什么会突然离开本正世界？希尔呢？他没有和你在一起吗？别急，慢慢说。世界炮在毁灭，下野的救援队！爱因斯坦博士，情况紧急，我们需要立刻让雅伊他们来增援。没问题，我来负责通知。苏珊娜，这条通道的另一头就是希尔，对吗？是的，大家要快！放心吧，我这就用理智律者的全能。希尔，我们成功了！太好了！维塔，你怎么了？联络系统出现故障了吗？维塔，维塔！奇怪，联络系统好像出现了问题。这难道是缩？米斯特林小姐，怎么了？还有绮罗也。这具身体果然无法逃脱注定凋零的命运吗？很快就要和他们见面了吧，我的家人。抱歉了，希尔。还有大家，看来也只好说再见了。
我是维塔，我爱你们。